说好的金丝楠木千年不腐，这才几年就变成渣了。该死的崔瘸子，居然敢拿假货骗我！丁，回宿主，10年沉睡已经结束，属性点已到账。作为穿越者，只要我沉睡，就会获得相应的寿命和属性点，而且沉睡时间不会消耗总寿命的上限。只要我猥琐发育，就能做到真正的长生。10年时间，战乱应该过去了，因为战乱分开的心上人应该也回来了。烧饼，热气腾腾的烧饼。请问昭慈在吗？你找谁？这里不是昭慈的家吗？我不认识昭慈，你找错地方了。长安，是你吗？不许欺负我娘！10年了，你还是和当初一样。为什么？我们分开之后，我被肥普追杀，后来是他将我从死人堆里救了回来。半年之后，我养好了伤，战乱也停止了。他和我一起回到了这里。当时崔瘸子说你在他那里买了一具棺材，然后我等了你3年。这3年来一直都是他照顾我，他对我真的很好。沉睡10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短的时间，可对昭慈来说太漫长了。当初分开时我们都是20岁，10年之后我还是20岁的样子，可他已经30岁了。其实从我来到这个世界开始，我和他就注定是2个世界的人了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告诉哥哥吧，他是娘亲的故人。我叫苏宁安，今年6岁了。宁安，真是一个好名字。哥哥的名字之中也有一个安字，不过我叫顾长安，你可以叫我长安哥哥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原来的房子不在了，但我看崔瘸子的棺材铺还在，我去他那里住一段时间。娘，长安哥哥是你的朋友吗？不是朋友，是一位很熟悉的故人。那他找的昭慈是谁？可能是他的青梅竹马吧。毕竟昭慈这个名字，一听就是男子对心上人私下的称呼。原来是这样呀。那长安哥哥能找到他的心上人吗？不知道，或许他已经找到了。好啦，爹爹快回来了，我们一起去做饭给他吃好不好？好。崔瘸子，你的棺材有问题，我要退货。放屁！老子做的棺材从来没有人说不好。看来我真是大限将至了。顾长安那个死穷鬼怎么来找我了？崔瘸子，当初你可是和我打包票说，如果棺材出了问题，可以来找你退钱。现在你这个样子，是想赖账吗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这里有什么东西你看上的，尽管拿走就是了。崔瘸子，你就不怕我吗？当初我坟上的土可是你帮我埋的。我今年60，郎中说我最多还有3年的活头。我崔瘸子一生无儿无女，也没什么老相好的。你觉得我会在乎少活3年或者多活3年吗？而且当初你来买棺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为什么？自己给自己买棺材的人我见过，但是兴高采烈的给自己买棺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对了，小子，有没有兴趣来我这儿当伙计？包吃住不给工钱。这个行当最适合你这种孤身一人的家伙了。而且学会了我这门手艺，你这一生大概率是饿不死了。毕竟这世界上什么都缺，唯独不缺死人。原本我只是打算赞助，但是现在突然拥有了一张长期饭票，这个选择似乎很不错呀。崔瘸子，你这条件也忒小气了吧？多少给点工钱呀？就你这活蹦乱跳的样子，怎么也会死在我后面。我死了，东西不都是你的？这巴掌大的地方你也看见了，没有其他的地方给你睡。旁边这口棺材就是你的床了，正好你也喜欢睡棺材。
等会儿，你不是要教我做棺材吗？给我这东西干什么？正所谓技多不压身，你要是只卖棺材，谁来照顾你的生意？实话告诉你吧，白氏一条龙我全会，你要学的东西多着呢。这8年，我把10个属性点都加到了防御上。只要苟得久，寿命无穷尽，防御最重要。至于崔瘸子，他整整活了5年才老死，也没好过我。宁安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我这里是棺材铺，你一个丫头成天往我这里跑，像什么样子？我才不管那么多呢，他们爱说什么就去说吧。而且现在瘟疫横行，他们哪还有心思来管我？哼！我去给你做饭了，你快从棺材里出来吧，别整天睡在棺材里。瘟疫已经横行整整1年，赵子夫早在一开始就去世了，距离我上次苏醒已有8年。本来可以再次沉睡了，但我怎么忍心看着丫头一个人留在世上？算了，还是等这小丫头嫁人再说吧。长安哥哥，你是仙人吗？你这丫头，说什么傻话呢？我要是仙人，我怎么会看着你娘他们中瘟疫而死？你娘可是我很好的朋友。长安哥哥，我今年14岁了，我不是以前的小丫头了，有些事你骗不了我。你这丫头，今天又发哪门子的疯？不是不给你买糖葫芦，实在是你那牙齿不能再吃糖葫芦了。改天我带你去买。朝辞是我娘的小名。你是在怪我没有救你娘吗？不，我从来没有怪你。我娘死的时候，我从你眼里看到了伤心和痛苦。从小你就把我当妹妹一样照顾，我太了解你了。如果你有办法能救我娘，你一定不会看着她死的。这个秘密是娘在临终前告诉我的，她知道我。明天带你去抓兔子，这件事情就此打住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年你错过了一次，现在你还要做同样的事情吗？我希望亲手埋葬你的是你的子孙，而不是我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长安哥哥总是那么好骗，我又骗到你了。作为惩罚，你今天打算送什么给我？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。长安哥哥，听说明天镇上会有仙人来选徒弟，我想去试试。仙人能活很久很久，或许那个时候我就能一直陪着你了。宁安，仙人不是那么……长安哥哥，让我任性一回好吗？好，一切依你。我先回去了。长安哥哥，你有时间多出来晒晒太阳，不要老是躺在棺材里。长安哥哥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人终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。你这样做，何尝不是给自己添加了一道枷锁？16岁之下，欲求长生者，可上前测仙缘。果然是极品水灵根，丫头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你可是担心家中亲人？仙人，拜你为师之后还能回来吗？当然可以，待你学成之后自可下山。另外这里有些东西，你可以交给你家中的亲人。仙人，这里面是什么？回家打开之后，你自会知晓。你有1个时辰的时间处理家事，1个时辰之后，我就要带你离开了。多谢仙人，请容我去处理好一些琐事。若非我偶然经过，宗门很可能就要错过这极品水灵根的天大机遇。如此机缘，定不能让其出现半点意外。长安哥哥，仙人要收我为徒。你真的想去吗？行了。为了什么？为了长生。天下有很多人从凡人变成了仙人，
但却从来没有仙人变成凡人，足可见长生路是一条不归路。若是有一天你走累了，你请回头一看，长安哥哥永远在你身后。修仙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哎呀，仙人光临寒舍，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！这丫头有仙缘，她未来前途不可限量。这一切都多亏仙人慧眼识珠。宁安这个丫头从小就调皮，以后就要劳烦仙人费心了。对了，不知仙人所居仙山是何处？若是有时间，我也好去拜访一下。南边万里之外有一宗门，名为苍兰宗，普通人30年也未必走得到。你若是想来，那便来吧。我此次出来有任务在身，我们要快点出发。长安哥哥，你的话我记住了，我一定会来找你的。躲了这么久，出来吧。还不出来，是打算让我请出来吗？看样子那个老女人是真的走了，会飞了不起啊！哼，小爷睡个1800年照样可以飞。你最好别动宁安的坏心思，不然小爷把你家祖坟都给挖干净。这20年，我已经把那包袱里的炼气功法倒背如流了。可随着见识增加，我才发现，这功法完全是烂大街的大陆风骚，而且只有达到等级境，才算真正踏上长生路。系统，这上面说3天之内能达到炼气1层的是天才，那像我这种花了20年才达到炼气1层的，是什么水平？宿主，境界只是衡量实力的一个标准，但不是唯一标准。功法只是变强的一种手段，但不是唯一手段。这个时代的修行体系不适合宿主，但并不代表下一个时代的修行体系也不适合宿主。系统，下一个时代是什么意思？天下没有不灭的皇朝，修仙界同样也是如此。众生之所以认为某些东西永久存在，只是因为它们存在的时间太短暂。当宿主活得足够久之后，就会发现，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。天道如此，人亦是如此。系统就是系统，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。拥有漫长的寿命实在是无聊，所以我定了个小目标，去看一眼宁安过得好不好。这20年来，我走走停停，当过乞丐，卖过豆腐，酿过酒，最后发现还是干白事一条龙最安稳。顺便帮人下葬寻龙点穴，一观察就是几年，所以20年才走了3000。怪不得那婆娘听到我要拜访的时候满脸嫌弃。我总共花了50年才走到这儿。普通人运气不好，活到50都够呛。此处是苍兰宗山门下，我本打算混进去看看宁安，但现在没必要了。他名气太大了，入门50年就金丹大成，惊动了宗主。面对无数青年才俊的追求，他总是回绝一句：你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比不上长安。宁安被誉为对长生执念最纯粹的修仙者，而我就在这继续开我的无名棺材铺吧。请问有人在吗？施主，你怎么能躺在棺材里呢？棺材是死人睡的。小和尚，你这话说的不对。无论是凡人还是修仙之人，最后都免不了一死。既然如此，
那活人为什么要嫌弃自己的最终归宿呢？阿弥陀佛，多谢施主指点，是小和尚我着相了。想不到你人虽小，还蛮有悟性的嘛。说吧，小和尚，来我这棺材铺做什么？最近梵音寺和苍兰宗联手降服了一位作恶多端的魔修，那魔修誓死不从，最后被苍阳宗长老击毙。虽然那位施主作恶多端，但小和尚不想看到他炮尸荒野，所以想买一副棺材替他入殓。你有钱吗？我是开门做生意的，可不能做赔本买卖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一枚中等灵石能享受我这最好的一条龙服务。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出发？现在就可以。要是再拖下去，那个施主的尸体就要发臭了。小和尚，你们这些修仙之人，都这么没人情味的吗？且不说他生前做了什么，这人好歹也是你们费尽心机才抓到的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多少也得挖个坑给人家埋了呀！放在这荒郊野外算怎么回事？这修仙界，我看就你这个小和尚还有点人情味。小和尚，立碑需要知道死者的名字，还需要写上立碑人的名字。他叫什么名字？这位施主乃是幽冥宗宗主，外号血煞老祖，具体姓名无人得讲。至于立碑之人，施主自行处理吧。小和尚受门规所限，不能为其立碑。施主，你的外号叫送葬人吗？是啊，我是卖棺材的，专门给人收尸和下葬，不是送葬人是什么？我的事情已经做完了，先走一步。以后还有这种事情，记得来找我。看样子应该是储藏类型的阵纹。那血煞老祖如此处心积虑，这里面的东西估计不简单。我修炼天赋极了，50年才练气3层，所以我把时间都花在了积累阵法和炼丹上。反正我有漫长的寿命，这阵法我慢慢磨。伪灵根，灵根分为五行灵根和异灵根，我从来没听过伪灵根这个词呀。有意思，我倒要看看这伪灵根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原来这不是功法，是血煞老祖的人物自传。他发现灵根吞噬灵根内可以提升品质，靠着封锁杀戮吞噬，他逆袭成了一方大能。我这也能安排围剿。这血煞道祖真是个人才啊！这种稀奇古怪的方法都能被他琢磨出来。系统，
你说血煞老子在书中提到的人造灵根，有可能实现吗？这自传的后半段多次出现了人造灵根的说法，而且还有很多血煞老子的假设。我感觉说的很有道理。宿主既然心中有疑惑，何不自己去寻找真相？别闹，这种危险的事情我怎么会在自己身上做呢？要是一不小心出了意外，那不就亏大了。而且我也不想像这个血煞老祖一样，一辈子都被人追杀。宿主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寻找一个最安全、最稳妥的办法。最安全、最稳妥，有这种办法吗？为什么宿主会认为没有？世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。血煞老祖之所以会选择这种急功近利的办法，那是因为他当时寿元将尽。可宿主你不一样，你拥有近乎无限的寿命，日积月累之下，未必不可以解决这个难题。有道理，时间看似软弱无力，但却是这世间最锋利的刀。无论你是化神的老祖，还是神兵利器，都敌不过这时间的侵蚀。所有的事情在时间面前都会变得微不足道，这个小小的修行问题自然也不在话下。人造灵根的诸多难题，比如寻找什么天材地宝替代，如何不被身体吸收，我不着急，我有的是时间去慢慢试。顾长安，今日贫僧一定要与你辩上个300回合。你好歹也是梵音寺传承人，众人口中的慧明大师，若是让人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岂不是让人笑话？他们想笑就让他们笑去吧，就算他们把我捧上了天，也改变不了我输了20年的事实。听你这意思，今天还想和我辩法？那是当然。不和你辩法，我来找你干什么？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，就只有你能和我在佛法上一较高下了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这修炼天赋是真够烂的。20年前你是炼气3层，现在你是炼气4层，你这境界增长的速度也忒慢了吧？我真担心你某天一不小心就嗝屁了。唉，到时候我找谁去辩法呀？修行天赋又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没有修炼天赋，我可以帮你啊。虽然不能改变你没有灵根的事实，但是延长寿命还是没问题的。你总是不告诉我你活了多久，我可不想失去你这么一个朋友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寿命这种事情不要看得那么重，一切顺其自然就行。今天我不想和你辩法，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不帮，除非你同意。我给你延长寿命，没问题。你如果帮了我这个忙，我就同意你给我延长寿命。什么事情？尽管说便是，我慧明大师保证办到。你来苍兰宗，应该是为了参加长安仙子接任长老的典礼吧？怎么，你也想去见识一下？不是，我想请你把这个东西交给长安仙子。顾长安，你别告诉我你喜欢长安仙子！这个女人压根就对道理的事情不感兴趣，你还是别白费功夫了。只要你把东西送到她的手上就行，多余的话不用说。你若是办到，我就同意延长寿命。先说好，东西我可以帮你送到，但我不能提你的名字。一旦被长安仙子的追求者知道这件事，你估计会死得很惨。可以。小和尚，80年后见。这随机传送阵我布置了10年，谁也别想顺着痕迹找到我。
宁安，典礼快要开始了。师傅，我不想当长老，我只想安静的修炼。你还是放不下他。我踏入修仙之路就是为了他，若是没有他，一切都将会毫无意义。可他是一个凡人，70年过去了，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，甚至很可能长眠地底。你们终究是2个世界的人，你明白吗？师傅，你不懂，长安哥哥说过的话一定会算数。他说长生路漫漫，若有一天我回头，他一定会站在我身后。他说过，那他就一定做得到。宗门曾派人去他家乡找那个顾长安，想为他延寿以了却宁安的执念，可那棺材铺早已人去楼空。这如同泡沫般的幻想一旦破灭，他的道心恐怕会瞬间瓦解吧。好了，师傅，长老之位我还是要接任的，因为只有成为苍兰宗的长老，我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，更好的功法。我可不想在这条路上停下，因为我知道长安哥哥也不会停下。太虚观送琉璃丹2枚，梵音寺送玄经1本。长安师叔，师侄还有另外1份贺礼送上。有心了。原来就是个普通木头，长安仙子肯定又要一把火烧了。这种独特的动物形状，普天之下只有长安哥哥一个人会。他果然没有失约，他一直都在。东西我很喜欢，确实很喜欢。典礼结束之后，你单独一人来见我，记住，单独一人。慧明贤侄，你师父慧海禅师最近身体怎么样？长安仙子怎么会喜欢那么普通的木雕？好像误会了什么。回宗主，我师父身体安康，只是最近有所感悟，所以才让小僧前来。不卑不亢，果然是名师出高徒。你们年轻人的事情，我们这些老一辈就不干预了。100年之后，等你境界稳定了，记得来苍兰宗提亲。宗主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。哎呀，年轻人做事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，更不要因为自己的实力暂时弱那么一点就不好意思。俗话说得好，女大3抱金砖，女大30送江山，女大3000位列仙班。我这关门弟子虽然大了你50岁，但这对修行之人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至于你师父哪里，我岳天高亲自去说。你们梵音寺又不是没有结道侣的先例，这点面子你师父还是要给的。毕竟我和你师父已经认识300多年了。越描越黑，还是等和长安师叔单独见面的时候解释清楚吧。师叔，事情就是这样，这个木雕不是我的，这里原本真的是个棺材铺，你要相信我。
慧敏，你想和我结为道侣吗？不想，现在不会想，以后也不会想。这样最好。你如果敢有这样的想法，我就把你的光头从你的肩膀上摘下来。从今以后，无论谁问你，你都不准提顾长安这个名字。若是你敢透露半个字，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。长安师叔好像认识顾长安，而且认识很久了。师叔放心，小僧保证不会透露半个字的。可是小僧经常来这里，若是有心人调查，应该会查到一些蛛丝马迹。到时候小僧该如何回答？你们之间的经历可以如实说，但要隐去相貌和名字。若是有人硬要问他的称呼，你就说他自称送葬人。小僧知道了。那小僧还能见到他吗？应该会吧，毕竟他是一个很念旧的人。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白虎，果然是一处风水宝地。陪伴宁安长大花了8年，走到苍阳宗花了50年，在苍阳镇待了20年。80年的寿元只剩下2年了，我得找个好地方开始沉睡。简直完美！我怎么能想出这么聪明的点子呢？洞口上方堆满混合了种子的泥土，下雨冲刷下来堵住洞口，植物一长，痕迹全无。系统，人造灵根这方法真的能行吗？能不能行，宿主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失败的结果，无非就是浪费你根本不在乎的沉睡时间罢了。也对，就算失败了，我也没什么损失。我假设人体没有灵根，只是对属性的敏感度。浸泡在木属性草木精华中沉睡，身体升级体质，被动吸收，说不定就能腌制出木灵根。80年了。人造灵根果然可行，这下再也不用担心被那些大能抓去做研究了。力量1，速度1，防御11，灵力0，寿命160。系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属性怎么倒退了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沉睡之前应该是炼气4重的境界。虽然力量微乎其微，但是各项属性都有了一定的提高，为什么现在又变成了凡人的属性？沉睡期间，宿主身体当中的灵力会缓慢地向外扩散，没有了灵力的支持，宿主的各项属性自然会回归到凡人的标准，但通过属性点获得的力量除外。炼气4层而已，没了就没了吧。我现在有上品木灵根，几天就能练回来。80个属性点，全加防御。系统，我这91点的防御力，能抵抗什么级别的修士？回宿主91点的防御属性，筑基中期境之下的攻击无法破开你的防御，筑基境中期可以伤到你，筑基境后期可以造成重伤，筑基期圆满
有死亡的风险，超过筑基期，宿主必死无疑。真是天助我也！这次我一定能成功突破炼气9层。妖族的人怎么会来这里？我这里也没什么宝贝啊。80年药灵的回春草，原来是我当年随手撒在洞口的种子，引来了他。你不要吃我，我的肉是酸的。没吃过怎么知道是不是酸的？而且你长得这么水灵，吃起来口感一定很好。我一点都不水灵，就是有点婴儿肥而已。其实我可瘦了，全身上下都是皮包骨。你要是吃了我，肯定会硌牙的。你不是不化骨？尸身百年不腐而化为浆，千年不灭则为不化骨。不化骨乃是聚集天地死气而生，水火不侵，刀剑难伤，以怨念为力，以血肉为食。如果真有这种传说中的不祥出现，你现在恐怕连渣都不剩了。晚辈打扰了前辈清修，还请前辈恕罪。我被随机传送到这里睡了80年，现在两眼一抹黑，不如从这个单纯的白媚娘嘴里套些信息。你怎么会一个人来到此处？你的族人呢？回前辈，晚辈乃是流浪至此，身边并无族人。今夕是何年？此地又发生了何等变化？如今乃是大玄380年，此处一切安好，尚未发生什么大的变动。不过晚辈听说，东边300里之外，太虚观有化神大能现世。太虚观距离苍兰宗大概有1000多里，想不到我居然传送了这么远。念你是无意之举，就不追究你擅闯洞府之罪了。你走吧。啊，前辈，我就这么走了？那你还想干什么？可是这种情况，前辈你不是应该赐下机缘的吗？谁告诉你的？传闻中都是这样的呀。也罢，你我相遇即是缘分，那便赐你一些机缘吧。反正都是当年慧明小和尚和我瞎聊的内容，对他管不管用就不知道了。缘尽于此，你走吧。若是你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你的小命可就不保了。多谢前辈指点之恩，白默娘有生不忘。我现在防御91，但攻击手段为0，真打起来我可能还打不过这小狐狸，得赶紧聊。明安已经不需要我操心了，接下来我得找个新目标，度过漫长的岁月。凌风师兄，有什么事吗？长安师弟，你来太虚观已经10年了，10年时间你就在炼气9层徘徊，你到底还想不想筑基了？哎呀，筑基这种事情急不得，慢一点总没什么大错嘛。人生的路这么长，慢一点挺好。你这不是慢不慢的问题了，你压根儿就没打算筑基吧？别人延长炼气期，是为了打下坚实的根基，但也没有像你这样一拖就是10年。而且你虽然有炼气9层的境界，可你连炼气7层的外门弟子都打不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修道就是修道，要这么多目的干什么？另外，打架这种事情有师兄你就够了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。师兄你还是莫要再为难我。顾长安，你少在这给我打马虎眼。筑基这件事情是师父亲自叮嘱的，你突破也得突破，不突破也得突破。无量秘境马上就要开启了，师父他老人家亲自给你要了一个名额，
这次你是跑不掉了。长安，你入我太虚观有多少年月了？回师父，弟子入观已有10个年月了。10年前恰逢师祖出关，一眼选中了你。当时师祖直接带你回观，说你与道有缘，似与内门身份。哎呦，师傅骨头要断了，您轻点。你是否与道有缘，为师不敢妄下定论，但你是否能给为师解释一下，后山那块放了300年的雷击枣木为什么会变成棺材？是生长30年才抢来的雷击枣木，平常连看都不让看一眼，小师弟居然把它做成了棺材。师傅，小师弟完全是无心之举，您就原谅他这一回吧。师父开恩，无心之举，我只给了他外围阵法的路线，核心阵法的路线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。3年前那块雷击木还好好的放在那里，可是昨天我去看，它却变成了一具上好的棺材。我很好奇，是什么样的无心之举，能悄无声息地破开我的大阵，将里面的雷击木变成了棺材。师傅，那块雷击木已经放在哪里很久了。虽然这种材料可遇不可求，但对师傅你现在的境界来说，多少有些鸡肋了。那东西对我有没有用，我还用你来教？雷击木是我留下来准备雕刻3清祖师的。外人入我太虚观，看到这气势宏伟的3清祖师像，定会对我道门心生敬仰之情。现在雷击木没了，你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怎么办？道在人心，3清泥塑即可。想让旁人懂我道门，何须外力？存心邪瞥，任尔烧香无点意，福身正大，见无不败有何妨？好，小师弟果然是与道有缘。这22个字，尽显我道门风采。悟性尚可，但实力却是狗屁不如。雷击木的事情暂且记下，若是不能在无量秘经筑基，小心你的腿。现在赶快给我滚！看到你们就心烦。也就只有我元辰上人的徒弟才能写出如此有道韵的对联。哼，看看这字，铁画银钩，气度不凡。一般人哪能写出这字呀？慧海秃驴和岳天罡那个王八蛋，仗着自己收了个好徒弟，哼，整天耀武扬威的。等长安筑基之后，定要杀杀他们的气焰。修道1000年，居然还没有一个徒孙，看得透彻，有意思。师兄，你的灵力再后些，风力太大，都让我无法专心看书了。长安，你整日捧着书本，到底都在看些什么书？只要是书，我都喜欢看。我不但喜欢看书，我更喜欢看这世间的每一件事物。可是世间太大，我就算花上1000年万年，也未必能一一看尽，所以我选择先看书，再看这世间。因为书是人写的，人之所以要写书，是因为他将自己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、所悟都转化成文字留下来。看完一本书，也就等于了解了一个人的一生。虽然不能观其全貌，但还是可以窥探一二。那你看了这多书，这些书对你有帮助吗？当然有。如果不看书，我怎么能解开师傅的核心阵法？师傅用雷之木做棺材，确实有些心痛。可他更想不通的，大概是他一个元婴境修士布下的阵法，怎么会被我一个炼气9层的徒弟给破了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藏经阁之中有师傅布下的阵法？师兄说笑了，师傅并不擅长阵法之道，藏经阁怎么会收录师傅的阵法呢？你这话有点伤人呀！好歹我也是你师傅，元婴境大能，你一个炼气9层有什么资格点评我？既然藏经阁当中没有收录师傅的阵法，那你是怎么破阵的？就算师傅不擅长阵法，但元婴气息修士布下的阵法，也不是你一个炼气9层可以参悟的呀！师兄说的没错，按照常理，我自然参悟不了师傅的阵法。
但师兄却忽略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天下间所有的事都是有迹可循的。师傅是太虚观的观主，他修行的基础自然也是传承于太虚观。太虚观藏经阁中关于阵法的书籍，我已阅览10之8九，而师傅有所涉猎的乃是五行阵法。在阅览五行阵法一脉的书籍时，我还发现了师傅当年留下的笔记和感悟，因此我对师傅的布阵习惯有了一些了解。景明，你掌管藏经阁，咱们太虚宫有五行阵法一脉吗？我虽然没有小师弟博闻广记，但是藏经阁的大致分类我还是知道一些的，没听说过五行阵法这一脉啊。哦，二师兄当然不知道了。二师兄看守藏经阁是在30年之前，但五行阵法早在50年前就被撤出藏经阁了。五行阵法这个路数，100年前的修仙界盛行一时，但后来逐渐被其他的阵法路数所替代。小师弟，你别告诉我你去了书渡。二师兄果然慧眼如炬，我确实去了书渡。世间功法和知识总在推陈出新，藏经阁每过50年便会更换清理一次。我刚入门去过几次，居然还在里面发现了凡人的街头话本小说，觉得都是浪费时间，之后就再也没去过了。小师弟，你该不会把书坟里的书都看完了吧？景明师兄莫白说笑，师弟我才入门10年，何谈看完？不过我已经看了3/10了。3/10，书坟里书籍的3/10，恐怕有40万之巨吧？没有这么多，书坟里共有藏书983521本。这些年来，我一共看了286385本，勉强我有3/10吧。你说的五行阵法一脉，我好像听师傅说过，这是200年前某个宗门的看家本领，只不过后来被淘汰了。既然如此，那藏经阁当中收录的应该也是五行阵法的基础和一些介绍。你凭借这些就能破了师傅的大阵？当然不是，我刚刚说过，师傅他老人家传承于太虚光，而且不擅长阵法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师傅大概率是无法自创阵法的，所以师傅他老人家的阵法本事都来源于太虚观的藏经阁。在入门第2年的时候，师傅就给我展示了那块雷击木。为了破解师傅留下的核心阵法，我花了1年的时间阅尽藏经阁所有阵法书籍。一番比较之后，我发现师傅所布下的阵法是由9宫八卦阵和北斗阵如合成，其中还加入了一些师傅自己的变动。当时我尝试了很多次，始终无法破阵而入。就这样，师傅布下的阵法整整挡了我5年。后来我在书坟对光中看到了五行阵法的典籍，并且还得到了他老人家自己对阵法的一些见解。这样一来，我终于明白师傅是如何将9宫八卦阵和北斗阵糅合在一起的，其中是借用了五行阵法的原理。在知道了阵法如何布置之后，我再次开始尝试，花了1年半的时间破阵而入，最终在10天前完成了棺材的制作。师傅，你的雷击木死得不远。这家伙为了把我的雷击木变成棺材，整整花了8年时间。我是该夸他有恒心，还是骂他笨？凡人寿命极限100余年，他一个炼气境，真就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寿元的问题呀！哎呦呦，这不是元辰上人吗？50年没见，你居然突破到了元婴中期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有话说有批发，贫道不想和你这种粗俗之人有过多的交流。元辰道长，你好歹也是道门中人，脾气怎会如此火爆？虽然我的境界比你高那么一点点，徒弟也比你的徒弟厉害那么一点点，但你也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事整天生气呀。我知道你眼红我收了一个好徒弟，200岁不到就已经是元婴后期了。这种天赋，整个大玄皇朝也没出现。如果不是实在找不到，凭借咱俩的交情，我高低得帮你找一个。呸！谁稀罕你那个破徒弟啊！
老子有更好的。你徒弟不是200岁不到就元婴后期了吗？我的徒弟100岁之内就能达到元婴后期，你等着吧。不行，越想越气。凌风，等一会儿你带着你师弟他们进去，我再去和岳天罡那个王八蛋理论一番。师兄，不是说苍兰宗有一个叫长安仙子的天才吗？怎么没有看到他的身影？长安仙子去大轩国边境了，不只是长安仙子去了，就连梵音寺的慧明禅师也去了。禅师？慧明禅师是梵音寺的继承人，也是大玄皇朝仅次于长安仙子的天才。他100岁出头便已经达到了金丹后期，据说是最有望超过长安仙子的人。当初慧明小和尚隔三差五就来找我变法，可结局总是输多赢少。岁月当真是世上最厉害的功法，我只是睡了一觉，曾经的小和尚就变成了现在的禅师。师兄，那他们去边境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当然是与夜月国开战了。夜月国作为妖族之国，每过200年便会与大轩皇朝打上一场。虽然大玄皇朝多次获胜，但也始终消灭不了他们。最近也不知是怎么了，夜月国居然提前发起了国战，距离上次大战也才过去170年，提前了足足30年，确实让人有些费解。大玄国和夜月国的战争，我在书族中看到过记录。那是修士和凡人混杂的大战，惨烈程度言语无法描述，失之一二。纵使是元婴大能，也有陨落的风险。夜月国提前发动战争，你就别想了，这等国战，只有金丹境才有资格参加。等你达到金丹境，恐怕早就结束了。无量秘境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快和你远山师兄进去吧。长安师弟，这是哪里啊？我这位九师兄是太虚宫里出了名的胆小，因为今年他才13岁，虽然年纪很小，但是他的天赋却是非常了不得，也是水火双灵根。远山师兄，你好歹也是筑基中期，不要这么胆小好不好？长安大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3岁就被师傅带到太虚观了，每天除了修行就是修行，对于外面的事情，我哪有你了解呀？那你肯听我的吗？我当然听你的呀！你去偷师傅的雷击木的时候，还是我给你把风的呢。既然听我的就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采花吧。采花？长安大哥，我们采花干什么？酿酒呀，这里应该是无量秘境当中的百花海，4季的花都可以在这里生长。我在古籍中看到，有一种仙酿名为百花酒，材料是取4季百花酿造而成，而且所有的花朵都必须是新鲜的。因为条件太过苛刻，所以我一直都没有酿出来。现在可是天赐的良机呀！可是师傅是让我们进来寻找机缘的，我们在这里采百花酿酒，出去怎么跟师傅交代？根据我找到的无量秘境地图显示，从这里往东走30里，那里有一处残破青铜古殿，古殿中就有你所说的机缘，只不过需要经过考验才能获得。我知道这个消息，其他人当然也知道。所以现在有2个选择摆在你面前：第一，去青铜古殿接受考验，并且和其他门派的弟子争个你死我活；第二，留在这里陪我酿百花酒。师傅和3师兄好酒，有百花酒奉上，应该受不了什么责罚。
什么？怎么了？长安大哥，这里有块带花纹的石板。这东西体积似乎不小，挖出来看看。长安大哥，这是什么文字？我怎么看不懂呀？你当然看不懂，因为这是2000年前的文字。2000年，大玄皇朝才建立了1800年，这具棺椁是大玄皇朝之前的东西。闭嘴！这种文字我也只是在古籍中认识过一些，有些字我也不认识，让我仔细想想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们真是走大运了。长安大哥，这上面写了什么？简介：吾自幼修行，18岁时染3981场，胜756场，负3225场。80岁时占4498场，胜1325场，负3173场。200岁时占1650场，胜985场，负780场。500岁时占130场，胜115场，负15场。1000岁时9战9胜，蓦然回首，天下再无敌手。呜呼，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，成寂寥难堪也。偶寻得一处洞天，欲孤独终老，然再三思量，终另选他地。不愿一身传承断绝，特葬石棺于花海之下，长生路漫漫，非心诚者不可得。长安大哥，这人也太厉害了吧！一辈子居然打了这么多架。不过为什么他越到后面打的越少呢？这还用想啊？当然是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能和他交手的人已经不多了呀。他1000岁的时候，那9场战斗一定是惊天动地的战斗。9战9胜，虽然只是简单的4个字，但却怎么也隐藏不住他的兴奋。想必这9场战斗，定是他一生中最满意的战斗。长安大哥，既然那位前辈留下了传承，那这里为什么没有设下考验？他就不怕自己的东西被其他人随便捡去了？谁说没设考验？整个无量秘境就是最大的考验。之所以取名无量，那就是指此处秘境几乎无穷无尽，这里每逢50年就可以开启一次。大玄皇朝建立之初，这个秘境就存在了。1000多年过去了，这里的宝贝依旧没有被拿过。面对这种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金山，谁还会来关注这片风景秀丽且毫无作用的花海呢？我们修行是为了求道，有的人求武道，有的人求长生道。无论追求什么道，最重要的就是不被外物所迷惑。但是你看看进入秘境的这些人，全都被这里的宝贝迷住了双眼，哪还会记得自己的初心？忘了初心的人，又怎么会停下脚步看一看这花海呢？长安大哥，那这位前辈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上面没写，打开看看，说不定有线索。好呀。得此机缘，证明尔等尚未被外物所迷惑。无善拳法，此套拳法蕴含了吾之毕生所学，望后世之人好好珍惜。此拳法不重招式，而重于意。晚年迎战9人，9拳出，9人败。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世人称吾百拜仙尊。多谢仙尊赐下机缘。敢问此拳法叫什么名字？在我手中是我的拳法，在你的手中便是你的拳法，故拳法无名。颇有几分黄粱一梦的感觉。长安大哥，我结丹了！原本炼气9层的我，不知何时竟然达到了筑基圆满，距离结丹也只差1线之隔。长安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1个时辰不到就结丹了？不是1个时辰，
我们在里面起码度过了2个月。2个月？有这么久吗？当然有。我们在挖出这具棺椁的时候，周围的花朵被我们破坏了不少。可是你看周围，那些花已经重新长出来了。无量秘境虽然灵气充沛，但没有1、2月是绝对达不到这种程度的。我们之所以觉得在里面没有待多久，那是因为仙尊前辈的境界太高，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。另外，仙尊前辈给我们演示拳法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早在不知不觉中跟着练了很多遍了。有这么一位强大的前辈，手把手的教我们练拳法，境界不提升才怪。原来是这样呀！如果已经过去2个月了，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离开秘境了？估计快了。无量秘境开启的时间为5个月，我们酿酒花了2个半月，学习仙尊前辈的拳法又花了2个多月。还是快点收拾东西吧，搞不好马上就被排挤出秘境。六师兄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？师父和大师兄他们呢？边关告急，师父和大师兄他们2个月前就已经去了。你们2个看样子都有不小的收获，这样我也放心了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太虚剑由你们2人执掌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六师兄是出了名的稳重，能让他如此急切，内关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师父，大师兄，还有那个小和尚和一个丫头，千万别出事啊！六师兄临走时说的话，让我心中隐约有些担忧。但这世间的道理便是，事情超出能力范围后，并不会因为你不想它发生，它就不发生。与其担忧，不如过好每一天。好在远山成长的速度很快，我没过多久就当起了甩手撞鬼。只不过有一件事超乎了我的预料，这场大玄皇朝和夜月国的战斗持续了整整20年。在第5年的时候，连闭关已久的化神老祖都去了边关。昨天说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不行。为什么？10年前你说等你看完书坟里的书就准许我去边关，现在书坟里的书已经被你看完了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你可别忘了，我才是太虚观的代理观主。20年了，原先那个事事都要问我的小屁孩，现在终于敢跟我拍桌子叫板了。不错，有长进。七师兄死了，五师兄瞎了，最疼爱我们的大师兄断了一条手臂。长安大哥，我现在已经是金丹后期了，我可以帮到他们了。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师兄们出事了。边关的情况我很清楚，元婴大能战死了10多位，甚至有传闻化神期都开始陨落。把远山放出去，无疑是去送死。金丹期在那里只是高级炮灰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太虚观观主，旧师弟宋凌霄为太虚观副观主，太虚观大小分观全部往西后撤3000里。三师兄，师父他们呢？夜月国不知为何，元婴期大能突然暴增1倍以上，师父被2位元婴后期围攻，最后陨落在凤凰山上。我们几师兄是一起行动的，但是突然遭到了埋伏，大师兄拼着自爆把我送了出来。大玄皇朝战败，
以边关为开始，各地5000里赔偿给夜月国。师傅的尸体呢？你为什么带回来？你是想看着师傅的尸体被人炼制成傀儡吗？别摇了，再摇三师兄就要被你咬死了。你伤到了根基，我本领有限，救不了你。夜月国的攻势如此之猛，他们的目标绝对不会是简单的5000里，他们应该是想吞并整个大元皇朝。远山天赋不错，就是还有些孩子气。这50年你要好好教导，太虚关的未来在他身上。长安，你要干什么？去给师傅和师兄他们收尸。说来不怕师兄你笑，没来太虚关之前，我的老本行是卖棺材，而那雷击木棺材也是我提前为师傅预备的，现在正好用上了。我们修仙就是为了长生，大家都以为长生之后便能得到大逍遥，殊不知长生才是最大的痛苦。世间如苦海，长生就意味着永远要漂浮在这苦海之中。师傅他们脱离苦海，我们应该为他们高兴。我以前记得三师兄你说过修仙界的一个故事，并且还以此来下远山。你说修仙界有一个神秘的存在，他专门给那些寿元已尽的人收尸，一旦他出现，那就意味着死亡即将来临。这个神秘的存在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叫送葬神。另外，你还详细的调查过此事，你发现送葬人的第一次出现是为100年前的血煞老祖送葬。除此之外，送葬人还和梵音寺的慧明禅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对此，我只想说，送葬人没有你说的那么恐怖，他只是一个卖棺材的。长安大哥，你还会回来吗？我为你们都做了一具棺材，等你们用到它的时候，我会再回来的。从这个小师弟来到太虚关，我就察觉到他不对劲了。岁月仿佛不会在身上留下痕迹，10年、20年。远山从孩童变成青年，每个人都在改变，可长安的眼神依旧像刚来时那样清澈。远山，过段时间你对外宣布，就说太虚观的关门弟子走火入魔而死。为什么？长安大哥他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照我的话做就是了。长安他有自己的路要走，太虚观与他的缘分已经尽了。师祖总说，能入道门者，也是6清缘浅，却又重情重义。旁人不懂他，我们不能不懂他。我那爱面子的师傅呀，你平生这么爱面子，死了又怎么会允许自己身处异国他乡呢？就让我这个做徒弟的带你回来吧。师徒一场，这次就不收你零食了。人族入城需交3枚铜钱。感受着这城池中若隐若现的灵力，没有显现修为果然是对的。这样的小城池都有金丹修士坐镇，难怪夜月国会变得这么强。一个人族金丹大摇大在天上飞，太引人惊。逐渐接近夜月国腹地，我才明白，
妖族修士实在是太多了，筑基遍地走，金丹不如狗。玄星境隔三差五就能见到一个，大玄皇朝服不叔叔才怪。你又说，你听说没？咱们妖王的女儿要公开选婿了，只要是筑基境以上的都可以去。我当然听说了，可是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吗？咱们妖王是高贵的苍月狼族，你觉得咱俩有资格成为妖王的女婿吗？没资格归没资格，去见识一下也不错嘛。听说狐族准备了一具元婴境傀儡作为贺礼呢。元婴境傀儡？你该不会是在开玩笑吧？骗你干什么？这具元婴境傀儡是狐族从凤凰山弄来的。当初为了杀死这个修士，狐族整整出动3位元婴后期的老祖呢。师傅呀，我花了5年时间走到这儿，刚来你就给我出了这么一个大难题。狐族作为夜月国的强族之一，我该怎么从他们手里把你弄过来？我一个人也打不过人家呀！狐族是夜月国的强族，夜月国的妖王是苍月狼王。要是我成为了苍月狼王的女婿，是不是就有机会从狐族手里要来这具傀儡呢？虽然这个想法很荒诞，但理论上好像没什么问题啊。启禀妖王，公主逃跑了！那还不快派人去找！若是我女儿掉了一根狼毛，你们提头来见！这喜欢嫁人，你自己去嫁吧。本姑娘不奉陪了。到底该用什么当聘礼呢？自从知道夜月国的公主要找夫婿之后，我就一直思索该如何获得美郎芳心。可是想来想去，我发现自己除了一表人才的相貌和学富五车的知识之外，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。前辈救命！他们要杀我！不是，这种情况你不是应该英雄救美吗？你就这样直接跑了？难道你就没有一丝丝好奇心吗？不是，你赖着我干什么？前辈，他们2个要杀我，还请前辈出手相救。呸！少用这种旧种拙劣的献计来骗我，他们根本就不是来杀你的。想要杀人的人，哪有只追人不动手的道理？另外，你再看看你身上，到处都是法宝。你一个筑基境修士，有这么多东西合理吗？你指定是那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偷跑出来，他们是来带你回去的。这个男人我绝对不认识，他也绝不可能认识我。仅仅在远处看了一眼，居然分析的丝毫不差。既然被你看出来，那我也就不装了。他们的确是来带我回去的，我被抓回去，最多也就是责骂一顿，然后关几天禁闭。但你就不一样了，如果你不带我逃离他们的追捕，我就说是你将我诱骗出来的。到时候你觉得我家里会怎么处理你？别白费力气了，这道如影随形符是元婴期修士炼制的，
你一个小小的金丹是绝对解不开的。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，还不如跑快点。追我的可是2个金丹后期，我们快要被追上了哟。这位姑娘，我不想掺和你的家里事，更不想和你有什么纠缠。先前的事情我可以一笔勾销，你不要再缠着我了，好不好？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有能耐你就打碎我身上的防护罩呀！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，那你可就别怪我了。这是太虚观的血盾，你是人族，你是人族！恭喜你猜对了，不过没有奖励哦。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还不快去追！公主被人族带走，要是出了差事，我们就等着被灭族吧。阵法起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出事了，你的下场会比死还惨。我本不想招惹是非，但你自己凑上来，这可就怪不得谁了。哼，就凭你这阵法，也想困住本姑娘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就是压制了一下你体内的血脉而已。你说的很对，这个阵法确实很破，因为这是我从一本古籍当中看到的残阵，修修补补之后也勉强能用。阵法的功效很简单，那就是压制妖族的血脉，让其现出原形。不可能！如果人族有这样的阵法，大轩王朝早就拿出来用了。哎呀，你这妖族丫头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呢？这种类型的阵法当然是有限制，古籍中的大阵可以对金丹期的妖族有用，我补全的阵法只能对筑基期的妖族有用。你刚刚要是不把机会浪费在说话上，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了。解开禁制的方法是什么？想都别想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有胆子你就杀了我！我当然没那个胆子杀你，但我可以把你的毛给剃光。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我告诉你就是了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？你这身家还蛮丰厚的嘛，一般的元婴境修士都未必比得上你。东西都给你了，现在你可以放我走了吧？如果你还嫌不够，我可以给你更多。我爹是……我不想知道你是谁，我也不想知道你爹是谁。你如果不说，我办完我的事情之后，自然会将你放了。明白就好。接下来我给你做一点点小改造，保证让你改头换面。你说什么？月儿被一个人族带走了，跟丢公主，这是你们的失职，自己下去领罚吧。多谢老王。龟老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老朽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。月儿被人带走之后，老朽就第一时间演算月儿的下落，但是月儿的行踪似乎被谁给掩盖了，推演出来的结果只有混沌一片。这样的手段绝非一个人族金丹期修士可以做到的。是剑齿虎一族吗？不只是剑齿虎一族，狐族也异动频频。他们似乎知道月儿才是所有的关键。既然他们这么想玩，那就陪他们玩玩吧，正好也让他们知道谁才是夜月国的王。松口！不松！你还我洁白如雪的狼毛！和你说过很多次了，这墨汁是我特制的，
根本洗不掉。要想恢复毛色，只能把你的毛剃光，然后等新的毛重新长出来才行。另外，看你这么难过，我就给你起名小白吧，以此祭奠你那已经消失的毛色。太欺负狼了，你给我等着！对了，当初夜月国和大轩皇朝开战，很多大轩皇朝的修士被你们打得溃不成军。但我听说，苍兰宗的长安仙子和梵音寺的慧明禅师，在夜月国竟消失了，他们已经被你们杀了。如果能杀，早就杀了。要论大玄皇朝最难对付的人，哼，他们俩一定是其中之一。谁能想到，他们居然……你想套我的话？只是随便问一下，你不愿意说就算了。哼，真的只是随便问一下吗？你用的血遁术乃是太虚观的不传之秘，非内门弟子不可学习。梵音寺、苍阳宗、太虚观这3个门派可谓是大玄皇朝的顶梁柱，彼此之间也互相有联系。你突然问起这2人的下落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是随便问问吗？你很聪明，但是你刚刚的话让我更加疑惑。血遁是太虚观的秘术，别说妖族，就是一些外门弟子也不见得知道。但你好像知道的很清楚，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？我是妖族，你是人族，我们2个种族不同，国家不同。哼，你觉得我会告诉你这件事吗？不过我很是好奇你的身份。太虚观有9大真传弟子，其中最为杰出的有4人，这4人的名字连起来是一句诗：凌风寂萧俱一品，净水有灵各有情。凌风景明2人已经陨落，李净水重伤逃走，而且你绝对不会是他，拥有如此阵法造诣，难不成你是太虚观第9位真禅弟子宋凌霄？你对太虚观真是太了解了，甚至比大玄皇朝的修士还要了解。看样子大玄皇朝出了叛徒。没错，大玄皇朝就是出了叛徒。那不如你来猜猜这个叛徒到底是谁呢？我不用猜，也不想去猜。皇朝更迭是我无法改变的事情，我只想把我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。哎呦，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啊！但是你好像办不到。太虚观观主元辰上人的尸体已经被狐族炼成了傀儡。狐族是夜月国的强族，不但高手如云，族中更是有化神器修士坐镇。你一个小小的金丹能做些什么呢？要不你还是把我放了吧，说不定本姑娘心情一好，就把你师父的尸体还给你了呢。多谢你的好意，但是在没有确定我自身安全的情况下，我不会放了你的。另外问一句，你身上应该没有家中长辈留下的标记。你猜？我检查了很多遍，你体内并没有什么标记，但这也不排除有一些更高明的手段我没发现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会在你体内种下87道禁制。你敢？不是敢不敢的问题，我已经这样做了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一直抱着你？那个白胡子老头是龟老，来历神秘。若不是此次2国交战他立下大功，夜月国恐怕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。夜月国子皆知，我完颜阿骨岛有一独女，完颜月离。如今小女已经到了婚配的年纪，我欲在天下青年才俊当中挑选出最优秀的一位，将小女许配给他。诸位青年才俊，若是有意者，尽可上前。启禀狼王，在下对月霄公主仰慕已久，愿意一试。林兄，在下也对月娇公主仰慕已久，我们恐怕要公平较量一下了。吴战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仰慕月离公主？你该不会是信口胡说的吧？林兄说笑了，对一个女子心存爱慕，未必要像林兄一样闹得世人皆知。我狐族知书达理，怎么会做出这种有违礼数的事情呢？等一等，我也要参加。
人族顾长安拜见狼王。在下虽然没有见过月姬公主，但是也想参加此次招婿大会。你想迎娶我的女儿，你凭什么？就凭在下拥有一颗真诚的心。人族参加妖族的招婿大会，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。现如今我来了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在下对月如公主的心意吗？好一颗真心！就冲你这颗真心，本王允许你参加招婿大会。本王有言在先，只要是筑基境以上的修士，皆有资格参加此次招婿大会。你虽是人族，但也符合条件。明日便是招婿大会的考验，至于是否能成功，那就要看你的本领了。鬼老，这位人族修士远道而来，想必暂时还没有居住的地方，你且安排他到胡府住下。遵命。莫要让人族觉得我妖族不懂待客之道。见过胡兄，这几日恐怕要去府上叨扰了。顾兄有如此胆识，真是令在下佩服万分。能与顾兄同住一个屋檐下，这简直是天大的幸事。你们胡族总是喜欢做这种丢脸的事情。哼，这人的装扮一看就是大玄皇朝来的。手下败将，如何有资格站在我等面前？李虎，脑袋不灵光就不要出来丢妖族的脸。大玄皇朝确实是夜月国的手下败将，但夜月国打败的只是大玄皇朝，不是人族。你这番言论，若是被一些人族大能听到了，到时候引起了两族大战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妖族内斗，你们是想让外族看笑话吗？还不住手！顾兄是不好意思，刚刚一不小心提到你的伤心事了。虽然夜月国正与大玄皇朝交战，但是我胡族一向亲近人族，还望顾兄不要介意。无妨，胡兄快人快语，在下怎么好意思斤斤计较呢？顾兄，这是你饲养的战宠？这倒不是，我在路边遇到的，看他瘦骨嶙峋流落街头，一时心中有些不忍，所以将他带在了身边。原来如此，顾兄真是宅心仁厚啊！回狼王，那个人族已经送去胡府了。月儿是被一个人族带走的，现如今招婿大会上又出现了一个人族。鬼老，你觉得这两人是否联系？此人来历不明，而且出现的时机又如此凑巧，想必和公主的失踪脱不了干系。但就算他和公主的失踪有关系，也定然不会是幕后主使。一个金丹期修士还没有资格屏蔽天机，此人估计是幕后主使派出来的马前卒。在没有确定公主的下落之前，我们万万不可轻举妄动。言之有理，此事就劳烦归信去跑一趟了，调查清楚这个人族的来历。我倒要看看背后是何人在指使。遵命。前辈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媚娘呀。原来是你啊！30年前刚苏醒时遇到的那个胡二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前辈，进屋说话，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前辈，你不应该来夜月国的，夜月国是是非之地。看样子，你这只小狐狸知道很多事情，但是这与我无关。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只想迎娶月离公主，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。前辈，你与那月离公主素未谋面，我知道你一定不会为她而来。但无论你是为了什么，请你赶快离开夜月国。招婿大会就是一场骗局，你留在这里对你没有好处的。你这个妖族的叛徒，居然敢吃里扒外！骗局，这就有意思了。胡族和虎族两大夜月国的支柱都参加了。
这怎么会是骗局呢？另外，这就算是一个骗局，你一个小小的妖族是怎么知道的？前辈，当年若不是你赐下机缘，媚娘恐怕永远无法筑基。但招婿大会的骗局我不能告诉你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招婿大会的地点一定会定在夜月国的禁地。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关键的东西在手，去了之后只会十死无生。狐族和虎族已经拿到了关键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并不会有生命危险。若是前辈非去不可，那你一定要在禁地中寻找和您一样的人族，他们可能就是前辈唯一的生路了。叛徒，他简直就是妖族的叛徒！本姑娘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！小白，现在你能给我说说夜月国的秘密了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两个被撵进禁地的，应该就是长安仙子和慧明禅师。想都别想！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千万别放了我，不然我一定将白媚娘那个贱狐狸碎尸万段！当年狐族心慈手软放过了他，没想到他居然反过来帮助外人，他该死！看样子你们夜月国经过一次大清洗啊！我遇到白梦娘的时候，她只是一个炼气9层的修士，甚至连化形都不完整。那个时候的她，语气中充满了天真，一点都不像是在底层摸爬滚打的修士。当时我还疑惑，一个妖族豪门大户的小姐，怎么会跑出来独自历练？现在看来，她不是自己跑出来的，是被你们撵出来的。谁说白媚娘是豪门大户的小姐？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妖族而已。你这话就多少有些欲盖弥彰的意思。不过这也正常，因为你没有见识过底层修士的生活。修仙界是一个人吃人的地方，底层修士更是如此。有时候亲如手足的朋友，也会为了一块灵石杀得头破血流。白媚娘如果不是豪门大户的小姐，以她当初的性格，恐怕早就死得连骨头都不剩。如今她再次回到狐族，恐怕是要报当年的血海深仇呀！哼，就凭他一个小小的筑基境修士也想报仇？别说是他，就算再加上你，你们两个在夜月国也翻不起什么风了。都说过很多遍了，我对夜月国的秘密没兴趣。你们是否要灭大玄国，我也管不了。我只想把师父和师兄的尸体带回去。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呢？如果只是想带回故人的尸体，你至于费这么大的劲吗？现在我甚至怀疑你和我的偶遇也是你早就安排好的，你就是心存不轨，企图颠覆我夜月国。随便你怎么想，我要睡觉了。大胆，你居然敢让我睡地上！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别睡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顾兄，昨日休息的可好？昨晚我睡得十分香甜，多谢胡兄款待。早啊，顾兄，早。顾兄，你打算带着他一起参加试炼？没错，我和小白相依为命，不管去哪里都会形影不离。顾兄真是风趣，你居然给他取名小白，有意思有意思。
没办法，小白总是幻想自己有一身纯白色的毛发，我只好给他起这么一个名字了。对了，我带小白参加试炼不影响吧？不影响。此次试炼不限手段，当然也包括战宠。顾兄，请跟我来。胡兄，此处是何地？此处乃是我们夜月国的禁地，也是招婿大会的试炼场所。在这禁地深处有一朵彼岸花，谁能将其摘下，谁就有资格迎娶月溪公主。原来是这样呀，那怎么不见其他参赛的妖族？他们已经进去了，我是专程来接顾兄，所以才没有进去。哎呀，原来是因为我才耽搁了胡兄的时间，这真让在下羞愧万分。哎，顾兄不必自责，你我一见如故，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。而且前进去的未必就能占据优势，谁能拿到彼岸花，谁才算赢。这禁地之中的瘴气，哪怕是金丹境修士都不能避免。我依靠狐族强行体质才能安然无恙，人族来这不到半天就会无声无息死掉。不愧是夜月国的禁地，果然凶险万分。胡兄，此处瘴气绝非寻常瘴气，在下这里有特制的解毒丹，你要不要来上一颗？他居然识破了瘴气，顾兄不说，我差点给忘了。此处瘴气厉害无比，哪怕是金丹修士也不能避免。不过我狐体质强悍，所以就不用浪费顾兄的丹药了。对了，顾兄，此处瘴气应该是夜月国禁地特有，顾兄是如何看出来的？难不成顾兄曾经来过夜月国的禁地？夜月国的禁地，在下自然没有来，但我曾从一本无名古籍中看过类似的记载。那本古籍上记载了一些不同地方的风景，其中一处与这里颇有几天相似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真是有意思了。据我所知，500年来，夜月国禁地从来没有外人进入过。顾兄看到的那本古籍，到底是何人所用？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。我发现那本古籍的时候，它已经快烂得不成样子了。或许这本书是在500年前所著也说不定。言之有理，我们还是快快出发吧。灵狐他们进去已经有段时间了。慧明，你的无背锅法抗不了太久了。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的心境已经乱了。狼王，你让妖族借用如此不祥的力量，到头来只会给妖族带来灭顶之灾。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回头？我为何要回头？力量就是力量，何来正邪之分？若是不借助住这股力量，我如何能灭了大玄皇朝？虽然你我种族不同，但我十分的欣赏你。只要你肯弃暗投明，我愿助你突破化神境。我花了300年才撕开这禁地封印的一条裂缝，借此力量让夜月国修士暴增。可惜消息泄露，梵音寺和苍兰宗这2个老家伙不惜性命填补了大半缝隙。现在慧明镇压最后缺口，一旦他拼命补上，再想破开就难了。鬼老，还没有查清楚那个人族的来历吗？回老王，大玄皇朝内并无他的记录，或许他用的只是化名。哼，先容他再嚣张几日，等血祭完成，这天下无人能够拦我。到时候不管是人族也好，妖族也罢，所有人都要对我俯首称臣。两位，我觉得你们与其想着怎么弄死对方，不如好好的看一下这些遗迹。少在这故弄玄虚，
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今日就是你顾长安命丧之时。我知道你想杀我，没看到我在研究东西吗？但是你能不能等一下再杀？什么叫等一下再杀？我现在是要杀你，你严肃一点好不好？你找死！吴战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要帮外族吗？灵虎，杀人这种事什么时候都可以做，但你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。也对，这小子绝对不会是为了完颜乐离来的。一个金丹期孤身闯妖族腹地，背后绝有人撑腰。如果贸然动手打草惊蛇，干扰了我们探寻禁地秘密的大事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哼！顾兄，可看出什么端倪了？胡兄，大玄皇朝境内的无量秘境，你听说过没有？略有耳闻。无量秘境和这里有什么关系吗？有关系，而且估计还很大。无量秘境当中也有一座青铜古殿，这个事情在大玄皇朝不是什么秘密，但是夜月国的禁地当中，也出现了一座和无量秘境类似的青铜古殿。胡兄对这个事情怎么看？无量秘境是大玄皇朝所掌控，而且非人族不得入内。若不是听顾兄说起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情。别说你不知道，我怀疑两国之间知道的人也不多。这些青铜古殿上的花纹颇为奇特，看起来不像是寻常装饰。若是二位不多太着急的话，在下可以尝试破译一下。这青铜古殿，我妖族不少长老也尝试破译过，但皆是无功而返。顾兄有把握破译这上面的东西？单独面对一座青铜古殿，在下当然没有把握。但胡兄可别忘了，无量秘境当中的青铜古殿，同样也有人在研究。两座青铜古殿加在一起，说不一定还真有办法可以破解。如果这上面的花纹真的记录了某些信息，那么留下这两座青铜古殿的人，其目的一定是想让后世之人知道些什么东西，而不是故意卖关子。之所以我们看不懂，那是因为时间间隔太远，曾经的文字已经消失了。原来如此，你有发现了？是的，我解开了青铜古殿的秘密了。是什么？快说！二位作为族中少主，想必也是博学多才。你们一定看出了两座青铜古殿的花纹彼此有联系，但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一种文字对应。这能说明什么？这东西存在的时间已经无人能说得清楚。哼，当年的文字消失也在常理之中。林兄说的在理，但是林兄别忘了，留下青铜古殿的大能，是想给后世之人传递信息。哪位大能难道就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吗？有话说有屁放，少在这打哑谜。当年的那位大能一定考虑到了时间的问题。岁月悠悠，沧海桑田，没人能够保证现在的文字能保存到以后。所以哪位大能想要传递信息，
一定会想一个可以跨越时间、脱离文字的方法。这个方法最为简单，也最为有效，那就是图画。文字可能会出现断层，但是图片却不会，因为图画是所有生灵学习知识的第一途径。当生灵睁眼的第一刻起，我们所学习到的知识都是以图画获得的。看到了山川草木，我们因此得知了山川草木是什么形状、什么颜色。而这青铜古殿上的花纹根本不是文字，而是一幅生动的图画。我们把它看成文字，当然无法理解其中的意思。青铜古殿存在几千年了，时至今日依旧无人能解开其中的秘密。这个人族短短几个时辰就将其解开，他的智慧太可怕了。在很久以前，每过一段时间，天空就会降下巨手，抓捕地上的生灵。为此，地上的生灵拼命反抗，但始终无济于事。终于在有一天，有个人发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。这股力量的来源图画上并没有说明，但是却记载了万物生灵借助了这股力量打败了天空中的巨兽。刚开始万物生灵还以为这股力量是上天的恩赐，可是后来万物生灵发现这股力量比天空中的巨兽更加危险。你还有其他花纹吗？快拿出来！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抱歉，我手上的花纹全部拿出来了。整幅图画我们只凑齐了1/10。想要凑齐完整的故事，我们需要凑齐18座青铜古殿的花纹。看在我帮你们解开疑问的份上，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再动手？你的悟性让我们感到恐惧啊！这样的天赋，无论放在哪里都会被当成宝。但我想不通的是，你为什么要来夜月国参加招婿大会？这个时候，你就别用仰慕月离公主这种话糊弄在下了。我来你们夜月国当然有目的，不然我跑这么远来这儿干什么？但在说明我的目的之前，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我所了解的故事。夜月国修士突然倍增，打得大玄皇朝丢快卸甲，这种离奇的情况让在下一路上百思不得其解。然而在来到夜月国之后，我又了解到了另一些事情，那就是夜月国内部曾经遭到了一场很大的清洗。对此，我同样也很疑惑，因为我想不通为什么经过清洗之后，夜月国的实力会不降反增。同时，我还了解到大玄皇朝可能出现了叛徒，所有的线索看似好像有关联，但却始终缺少了一个关键性的东西。直到现在，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关键。18座青铜古殿所刻画的都是同一个故事，但因为时间悠久，所以变得残破不堪。单靠一座青铜古殿是无法完整拼凑出有用的信息的，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大玄皇朝的叛徒带着这个秘密投靠了夜月国。而且你们发现没有，这里的青铜古殿是有人故意损坏的，损坏的部分恰好就是万物生灵借用不祥力量的那部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们别想着杀我了，因为要杀我还轮不到你们。从你们的反应来看，你们也不知道夜月国突然变强的秘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俩就是来探寻这个秘密的。现在这个秘密被你们知道了，你们觉得故意损毁青铜古殿的人会放过你们吗？好，如此青年才俊，简直是世间罕见，真让本王刮目相看呀！
启禀狼王，此人乃是奸细，我等正准备将其献给狼王。你们虎族总爱玩些小伎俩。当初你们怂恿虎族追求月儿，无非就是想利用月儿知道背后的秘密。现如今秘密被你们知道了，你们还不满意吗？虎族和虎族的2个老古董，以为联手就能让我将秘密交出来，这种想法简直是太天真了。你们是妖族的未来，如果你们现在弃暗投明，我可以不杀你们，而且还能赐予你们机缘。顾长安，我很欣赏你的才华，说出幕后主使，并且归顺于我，我饶你不死。狼王恐怕要失望了，我背后的人你永远想不到。另外，据我所知，获得那股力量似乎要进行血祭吧？狼王现在还没杀我，应该是想不想浪费。你果然知道很多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如愿吧。没了月儿的血为引，这血池恐怕无法助我突破化神期呀。鬼老，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回狼王，老朽确实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别白费力气了，我能助你达到化神圆满，自然也有反制你的方法。你为什么不怕我？师祖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是不愿意显露真身吗？还是被你猜出来了，你果然是太虚观500年来最为杰出的弟子。不远千里来到夜月国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跟师祖说说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从三师兄口中得知噩耗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太虚观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？夜月国修士暴增确实不假，但师傅他们不是刚入修行界的新人，没有道理会落个全军覆没的下场。所以你怀疑大玄皇朝出了叛徒？是的，但是我想来想去，始终想不到什么样的叛徒能做到如此地步。太虚观虽然配合皇朝抵御外敌，但师傅他们的行踪是门派机密，哪怕是皇朝之主也未必能全部知晓。也就是说，无论大玄皇朝的叛徒出自什么势力，都无法造成太虚观全军覆没的下场。唯一的解释就是太虚观内部出了叛徒。在推测出这个结论之后，我怀疑过太虚观所有人，甚至我还怀疑过师傅是假子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人会是师祖你。师祖你已经是化神大能了，在大玄皇朝的地位无人可比，月夜国根本开不出招来你的价格。合情合理，那你后来又怎么能肯定我就是那个叛徒呢？我也是刚刚才敢确认，师祖你就是那个叛徒。来到夜月国之后，我碰到了一个妖族，他居然能认出太虚观的不传之谜血遁，而且对太虚观极为了解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他对太虚观了解颇深，但却只知道太虚观有9名真传弟子。哼，我顾长安虽然在太虚观名声不显，但只要稍微用心调查一下，完全就可以知道我的存在。这样的情况也让我更加确定叛徒出自太虚界。
而且这个叛徒对我很好，不然也不会切断关于我的信息来源。为此，我还小小的实验了一下。昭旭大会上，我用出了真名。可是到了现在，夜月国依旧不知道我的身份，这足以说明很多东西。师祖，接下来的事情还需要我说吗？说说吧，从别人口中听自己的故事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没问题，既然师祖想听，那弟子就好好的说一说。能做到这些事情，这个出自太虚观的叛徒地位和实力绝对不低。师傅的尸体我在进入禁地的时候见过了，所以这个叛徒不会是师傅。在没有破解青铜古殿的秘密之前，我始终找不到师祖你背叛的动机。但是随着青铜古殿的秘密被解开，你的动机就有了。另外，我在区区观书坟当中看到了一本无名游记，上面录夜月国禁闭的情况。那本无名游记距今应该有500年以上的历史了。师祖，您在500年前就动了这个念头，对吗？哈哈哈哈！招你入太虚院，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情。我500年的布局，你短短5年就解开了，你的悟性可谓是旷古烁今。为什么？师祖，你想得到力量没有错，你哪怕想要另立皇朝，师傅他们也会跟随你的。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？大玄皇朝是我的曾经，太虚观是我的心血。我本不想让太虚观参到这件事情当中，可是他们太迂腐了。当发现这个秘密之后，他们不但不支持我，反而将这个秘密说了出去。不然你以为唐阳宗和梵音寺的人能发现我的布局吗？布局了500年，我不允许有人坏了我的好事。蓝凡师兄，你为什么会放过他？金水的性子懒散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凌风他们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，他出去偷懒了，所以他并不知情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获取那股力量需要血迹？师祖，您这么聪明，怎么现在反倒糊涂了？无量秘境你估计不知道去了多少次，我藏私了一部分花纹，难道你看不出来？有这么杰出的弟子，都快给我高兴糊涂了。以你的性子，唐司也在情理之中。长安，整个太虚构当中，我最看重的是你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人群中一眼相中了你吗？因为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就连我也没有的气质，那就是淡然。你没有凡人身上的那股忙碌劲儿，也没有修士身上的那股执念，仿佛世间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你人生中的过往云烟罢了。怎么，你也觉得这股力量是不祥吗？这一点你大可放心，我详细研究过这个事情。直接吸取力量确实会引来一些麻烦，但是经过血脉的过滤，就不会有这个麻烦了。看守青铜古殿的18个种族，正是过滤这股力量最好的手段。安岩阿古朵那个蠢货，一直用他女儿的身体过滤这股力量。他以为这样做就没事了，但他却不知道，血脉不纯是无法过滤干净的，不然他也不会被我反制。师祖，我不是担心这股力量是否安全，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事情。我来夜月国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把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带回去。你终究还是和曾经一样，但你也应该知道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
弟子当然知道，还请师祖看在曾经的情分上，让弟子给师父收完尸再动手吧。送葬人，有意思的称呼。但你为什么只准备了11具棺材？难不成你认为你能活着带走他们？师祖，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弟子在没有入门前是卖棺材，因为一些偶然的情况，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稀里糊涂的称号。但作为从事这个行业的专业人才，弟子对量的把控还是很精准。今天只用得上11具棺材，所以弟子不会再拿出多的棺材。哦，你凭什么有这样的把握？师祖，你听说过百拜仙功吗？孽障，还敢现身！我只是金丹境，没有慧明的佛门遁术，根本逃不出去。百拜仙尊只是残影，敌不过元拳的力量。现在最要紧的是逃命。师祖，弟子是卖棺材的，终有一日，弟子会来给你送葬的。慧明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别躺着了，快起来，接着跑呀！祖宗，我刚刚施展的是梵音寺的秘术，使用一次不但会消耗精血，还会消耗10年寿元。现在已经逃出千里之外了，你能不能让我缓口气？贫僧只是一个小小的元婴期修士，不是化身大能。有一次你只是短寿10年，化身圆满的完颜阿骨朵在太眼真人手上一招都没走过。等他来了，你不用短寿10年，直接就没命了。他要是能追过来，就让他杀吧。再跑下去，不用他动手就没命了。我的好徒孙，你可千万要躲好了。若是让师祖找到你，你恐怕就小命不保了。长安，咱们能不跑了吗？海眼真人只是化身圆满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天知道我哪位师祖有没有什么秘术能找到我。他不是化身之上，我们现在已经逃出万里之外，他抓不到我们了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我们先跑个2万里再说。你别说话了，抓紧时间疗伤。等你伤势好了之后，你来带着我们跑。100年未见，他这小心谨慎的性子是一点没变。原本毫无修炼天赋的他，究竟是如何达到金丹境的？师叔又为何早早认识他？这下不用跑了吧？我们距离夜月国已经整整3万里，
太眼真人就算是神仙，也不一定能找到我们。确实差不多了。我们现在和夜月国隔着一个皇朝，太眼真人就算想来抓我们，恐怕也没这么简单。既然你说没问题，那大概就是没问题了。对了，你当年宁安呢？师叔他老人家不见了。不见了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就算你现在告诉我，宁安已经惨遭毒手，我也能够勉强理解。你本日月不见了是什么意思？他可是和你一起进入夜月国禁闭的一个好端端的大活人，怎么会不见了？当初宗门知道太眼真人叛国之后，就派我和师叔去探查禁地的秘密，企图改变战局。来到禁地之后，我们根据太虚观给的线索，很顺利地发现了夜月国的秘密。可是，在封印那股不祥力量的时候，我们被人发现了。完颜阿骨的召集了2位化神期老祖围剿我们。那个时候，梵音寺和苍兰宗的老祖都来救援了，可是我们依旧无法突围。这个我真不清楚。这些年当中，其他时间我压根就没考虑过这件事情。我问的不是夜月国禁地的情况，我想知道苏宁安是死是活。老祖牺牲之后，我们2个自然也是逃不掉的。本来以为马上就要生死斗消，谁曾想师叔居然在青铜古殿里发现了一个残破的上古传送阵。那阵法虽然残破，但稍微勉强修补一下也还能用。然后呢？你别告诉我，你独自一个人留下来断后，让宁安先走。这当然不可能了，能活着谁想死呀？可我说过了，那传送阵是残破的，我在传送途中掉出来了。后来实在没办法，我只能躲在封印的裂缝当中。只要他们想杀我，我就摆出同归于尽的架势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恐怕就活不到现在了。那青铜古殿中的传送阵通向哪里？不知道，上古传送阵威力大得很，我看不懂，但传送距离应该在10万里以上吧。这茫茫人海，让我上哪儿去找宁安这个丫头呀？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师叔已经元婴圆满，距离化神只有1步之遥。以他的实力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活得很好。对了，你怎么突然就金丹境了？我记得你以前的修炼天赋很差呀。还有，师叔好像很早以前就认识了你，你到底活了多久？不是，你哭什么？你爹又不是我杀的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你还能保住一条性命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我凭什么不能哭？我最爱的父亲利用我，而且他还死了。碰到这种事情，你哭不哭？谢谢你为我爹收尸，虽然他利用我，但他终究是我爹。如果没有你，他恐怕会落个破尸荒野的下场。那个，你爹不会暴尸荒野，太炎真人要用你爹的尸体血脉，所以就算顾长安把他埋了，他大概率还是会被挖出来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，这修仙界我是看透了，我还是打算干我的老本行，卖棺材。至于大玄皇朝，我是暂时不打算回去了。你们2个呢？太眼真人掌控了夜月国，如果长久下去，月国子民一定会遭受灭顶之灾，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去。你呢，屠夫？大玄皇朝朝节水深火热当中，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，贫僧愿意以身试魔。说人话，我要带领梵音寺跑远点，太眼真人不会放过梵音寺的。这是我师父和师兄们的尸体。既然你要回去，那就顺道把他们也带回去吧。另外，这是我给他们选的风水宝地，你按照这上面的地址安葬就行了。你这么熟练，这些东西你该不会是早就准备好了吧？恭喜你猜对了。从我入太虚观开始，我就给所有的师兄弟准备了棺材和风水宝地，其中也包括了我的师父和师祖。照你这么说，你连我的也准备了？是的，但是你要给钱。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打个8折。顾长安，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你这么早就给我准备棺材和坟地，是不是有些为时过早？早点准备，省得到时候麻烦。你又不是不会死，早晚有这么一天的。不是，我现在是元婴境的，可能达到化神境。化神修士就不会死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和你谈话，我都说不过你。行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咱俩谁给谁收尸还不一定呢。对了，
你说的那个百拜仙尊是谁？在夜月国要是没有他的幻影，我们可就死定了。要不你透露点线索，我也好去找一下这位前辈。这个你就别想了，百拜仙尊少说也是2000年前的人，现在死的估计连灰都不剩。我在无量秘境当中发现了他留下来的石棺，上面记录了一些百拜仙尊的事迹。原本他是准备在无量秘境当中作画的，可是后来他又选择了其他地方。先前我也只是单纯的以为这位前辈找到了很好的地方，但是在发现青铜古殿的秘密之后，那如果百拜仙尊留下来的石棺不起作用呢？那我就只好投靠我那位师祖了。我虽然是卖棺材的不假，但我这不代表我想死。虽然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但你为什么能说得这么轻松？真不知道该说你这个人是冷血无情，还是重情重义。你们该走了。百拜仙尊的石棺，就算没解决太乙真人，也会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。现在你们知道了他的秘密，他不会光明正大的杀你们，小心一点，应该能活下来。现在我们回去，定会是危机四伏，你就不劝一劝我们？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万物生灵走向终极，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唯一的区别只不过是早一些和晚一些罢了。这条路是你们自己要走的，我为什么要劝？最多卖给你们的棺材，打个折上折喽。说的有道理，但你真是个王八蛋，真受不了你这个无情的家伙。我先走了，等过个1800年之后，我再来给你收尸吧。小和尚虽然每次都说不过我，但他其实很聪明。宁安在苍兰宗崭露头角的时候，我才遇到了他。那时候宁安已经活了60多岁了，再加上我在苍兰镇上逗留的岁月，时间已经过去了80多年。结合宁安与我很早以前就认识这个人，稍微推测一番，就能得出大概活了多久。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炼气雄士，活这么久根本不符合常理。但是魏明从来都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。听说这个国家叫玄武国，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。先生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呀！大壮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，能帮你的我一定帮。先生，这是我全部的身家了，剩下的灵石我一定给你凑齐，只求你能帮我弟弟恢复全尸。生意就是生意，从来没有拖欠这一说法。我知道你们两兄弟以采药为生，正好我最近缺一些药材，我可以收购你们的药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全都是一些低级药材，而且品相不是很好，就算溢价收购，最多也只值3个下品灵石。不错，全都是我要的上品药材，我出100灵石收购，请我送葬，最低标准100灵石。最近小店有活动，再送你一副上好的棺材如何？多谢先生，先生的大恩大德，在下永不敢忘。怎么弄的？我们前些天发现了一株100年灵药，但是那灵药旁边有守护魔兽，当时我就知道魔兽实力强悍，所以没有动采摘灵药的心思。可谁曾想二壮居然偷偷背着我去采摘灵药，等我赶到的时候，他就只剩下一具尸体了。这一切都怪我，他是想用灵药为我换取资源呀！一瞬间，二拼骨，先4之后缺干，5脏6腑不能乱。送葬工作已经完成了，去见你弟弟，最后一面吧，尽快让他入土为安。先生，你这涉猎的行业也忒多了点吧？白氏一条龙被你包圆也就算了，你还炼丹外加治病。前2天我还看到你在棺材上刻画阵法，
你该不会又要多开一个项目吧？这还不是被你们逼出来的。我原本是卖棺材的，结果有人居然抬着半死的人来我这买棺材，看到那人还有救，我能眼睁睁地看他死吗？可结果倒好，他们不感恩就算了，还恩将仇报地跑出去，到处宣扬我医术超群，人越来越多，我只能开个医馆了呀。再开个医馆也就算了，你们居然还缠我的药，还要花钱买。当时那些人缠了我整整1个月，我只能开路炼丹了。好了，你这手养上1个月就能活动了。你以后少和别人打架了。你只是炼体3层，和你动手的那人最起码炼体5层。要不是人家手下留情，你这右手估计就废了。先生，这次是我大意了，下次我绝对不会输给他了。我修炼的3阳断体法乃是玄阶功法，他那个只是黄阶高级功法。之所以他会赢，也只是仗着境界比我高了一些而已。等我达到炼体4层，且看我越阶而战。玄武国好战的性子都已经刻到骨子里了，劝他们不要争强好胜，这比劝他们不要呼吸还难。左承耀，拜见先生。我真后悔当初救你，每年你都要来请我一次，整整10年了，你难道不嫌烦吗？若是能请到先生，别说是10年，就是再花10年又如何？10年前若非先生搭救，程耀早就命丧黄泉了。不过程耀想不通的是，以先生的才能，为何甘心隐居在这小小的地方？只要先生愿意，玄武国可将先生奉为国师。我不去玄武国的皇都，不是因为我恃才傲孤，也不是因为你开的条件不够，实在是皇都比不上这苦海镇呀。苦海镇在魔兽山脉的边缘，这里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新鲜药材和珍贵树木。我开的是棺材铺和医馆，这些东西对我很重要的。先生说的是，但玄武国实在是求贤若渴。这次前来，程耀带了一些东西，相信能弥补先生的损失。这株七星草乃是玄武国皇室的珍宝，玄武国珍藏已有300年之久，而这千年肉灵芝更是玄武国花了大气力才弄来的。至于这本功法，乃是大名鼎鼎的九转玄功，若非只有前3层，此功法定能入天阶功法之列。若是先生愿意前往皇都，这些东西都是先生的。玄武国注重肉体的修行，功法分天地玄黄4个等级，明面上的天阶功法只有玄武国一脉相传的天罡断体诀。左承耀能拿出这本号称天罡诀之下的第1功法，可以说是下血本了。肉灵芝、七星草，这些可是传说中琉璃丹的主材料。据说琉璃丹一旦服下，便可成就金刚琉璃之身，其肉身强悍程度可搬山倒海。用我们家乡的境界来衡量的话，那就是废化神器，修复不可破。先生，难道这份礼物还不能入您的法眼吗？先生想要什么尽可开口，只要是程耀能弄到的，无论是什么条件，程耀都答应。程耀公子，不是在下不识抬举，只是在下真的不愿沾染皇室的是非。你开出的价格越高，那就说明你想让我解决的麻烦越大。在下自认为本领还不到家，公子还是另想高明吧。先生，青铜古殿的消息你也不想知道了吗？你真的找到了？没错，10年前先生随口提了一句，虽然先生没有放在心上，但程耀却牢记于心。经过10年的调查，程耀终于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另外，青铜古殿的线索还和皇都的事情有所牵连，所以先生如果想要知晓青铜古殿，恐怕还要往皇都走上一遭。自从知道宁安在青铜古殿当中消失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打听其他青铜古殿的下落，可是调查了10多年，依旧没听说过。18座青铜古殿散落的地方未知，现如今再次得知消息，不动心是假的。你这个消息可真把我难住了。也罢，陪你走一趟便是。但有言在先，皇都的事情我只能尽力而为，能不能成功我也不敢保证。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，等一下就跟你走。那程耀就在外面恭候先生了。去夜月国收尸花了5年时间，在这玄武国卖棺材，
又度过了43年，粗粗算来，我离开太虚卫已经快有49个年头了。当初三师兄伤了根基，最多也只有50年寿元。现如今风波再起，老天爷，你是在提醒我，该去给三师兄收尸了吗？这具棺材，我足足花了40年的时间准备，而他未来的使用者，正是将我逼到玄武国的太炎真人。我的师祖呀，收一个也是收，收2个也是收。三师兄如今快死了，你也没必要活着了吧？徒孙花了40年给你准备了一具上好的棺材，你老人家也应该能瞑目了。先生学富五车，依旧手不释剑，如此态度，当真是让程耀佩服万分。此次前往帝都，程耀本该安排高等魔兽作为先生的坐骑，但是考虑到情况特殊，若是太过招摇，恐怕会给先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等到达了帝都，程耀一定好好的给先生接风洗尘。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。之前不和你交谈，那是因为不想插手玄武国皇室的泥潭。现在既然答应了，我当然也不会小气。你身为玄武国的大皇子，若是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，那岂不是有些贻秀大方？乘坐魔兽前往帝都，最多只需半天就能到达。可这样一来，就大大减少了和先生独处的时间。10年前我在魔兽山脉被先生所救，当时他与我闲聊了一晚，让我受益匪浅。现如今机会再次摆在面前，我怎么能轻易放弃？先生，其实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惑了在下许久。众所周知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修士同样也是如此。可是先生不但修为不差，而且还精通炼丹、阵法、医术、寻龙点穴以及其他很多东西。这么多的东西，先生是如何能将它们全部学会，而且门门精通？你今年多大了？程耀今年正好满100岁。在100岁的年纪有你这个修为，确实算得上是颇有天赋。你刚好100岁，那就说明你从娘胎里出来，已经活了100年了。前20年算你少不懂事，所以并没有学到很多东西。可是后面80年的时间里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1年时间有365天，80年那可就是2万多个日夜。这是一段较为漫长的时间，80世时时间，对于凡人来说很可能就是一生。但与凡人不同的是，修士的80年比凡人的80年更有价值。凡人始终分会被疾病、饥饿、疲劳种种因素浪费大部分时间。然而修士却不会这些影响，修士可以辟谷，吸食天地灵气而活，那些凡人所沾染的疾病也不会降临到修士身上。同时，修士还可以用打坐冥想来代替睡觉。然而这么久的时间过去，得到了些什么？在这80年的时间里，我得到了修为、权力，还有一位如花似眷的道侣。总结得很到位。那除了这些之外呢？一天有12个时辰，你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些事情上面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除了在这3方面上花了时间，还有一些时间花在了另外一些事情上，比如外出游玩、风花雪月、争强好胜，这些事情同样也占据了你大部分时间。在下并不是什么天才，也没有什么厉害无比的师傅，我只是把你们丢弃的那些时间捡了起来，仅此而已。修身先修心，心境不够，如何能在修行之路上引吭高歌？好一句，仅此而已。先生这一句话，足以让天下修士无地自容。先生如此大才，玄武国愿以国士之位待之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还是算了吧，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。
另外，你这次花这么大的代价请我出山，那就说明帝都的情况已经十分不乐观。父皇还能活多久？父皇乃是玄武国有史以来最强的君王，可是任凭修为再高，神通再精，父皇终究是抵不过天人五衰。现如今父皇大限只有1年不到的时间了。前段时间父皇下旨，谁能选到龙穴所在，谁便能继承玄武国的皇位。左皇迄今为止已经存活了2300年，所有能延寿的方法，我想玄武国应该都用过。如今左皇这么急的寻找墓地，我想他要找的应该不是龙穴，而是能让人逆活一世的地方了。这样的地方不是这么好找。若是这个地方这么好找，那么程耀就不来请先生出山了。我那几位皇帝都找到了高手输出，在下实在没有把握能够胜他们，所以程耀才会来打扰先生的清修。就是不知先生对这件事有几成把握？10成不敢说，5、6成还是有的。我遍访玄武国无数隐士高人，他们的回答大多是没把握或者半成把握。怎么到先生嘴里一下子就蹦出5、6成把握了？若非了解他的为人，我定会以为他在吹牛。先生，你当真有如此大的把握？找到那个地方的把握我有，但是找到并不代表能成功。能不能成功，这就要看你们玄武国愿意花多大的代价了。另外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逆活一世，这是所有寿元将近的人都想的事情，但是能做到的人却寥寥无几。你最好劝一下你的父皇，让他打消这个念。我当然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父皇的意志岂是他人可以更改的？左皇活了2300年，存活的时间比化神期修士还要多上1倍。正所谓人老精，马老滑。现如今的帝都，说是龙潭虎穴也不为过。若不是为了调查青铜古殿的线索，我是绝对不会插手这件事情的。父皇，儿臣遍访高人，寻遍玄武国所有名山大川，终于替父皇找到一处龙穴所在。有了这个龙穴，定能助父皇再活一世。先生，吃这些还是等一下吧，要不先介绍一下龙穴。现在是宴会，吃东西才是正事。另外，你现在关心的应该不是这件事。现在不关心龙穴的事，那能关注什么？你爹马上要死了，你们9个儿子兴高采烈的给他找墓地，你不觉得这事有些说不过去吗？父皇要找龙穴不假，大限将至也不假，但这个时候，我做儿子最先想到的应该是不舍，而不是急着找坟地。就算心里不这么想，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。先生，现在还来得及吗？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记得动作快一点。父皇，儿臣舍不得你啊！大殿中所有人的谈话都逃不过我的耳朵。9个儿子的心思我烂熟于心，但老大找来的帮手似乎有点意思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哭哭啼啼的，这成何体统？父皇，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如今儿臣即将和父皇分别，儿臣心中不舍呀。你的孝心我是知道的，但生离死别乃是天道，你也不必太伤心。多谢左皇。能不能要点脸？这么不要脸的招数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我为什么就想不到呢？朕大限将至，欲寻一处仙源之地逆活一世。10年前，朕曾许诺，
谁能找到真正的仙源之地，玄武国的皇位就归谁。现如今是你们展现成果的时候了。大哥，你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个乡野村夫？如今正是父皇千年大计的关键时候，让这样的人出现在大殿之上，岂不是丢了我玄武国的脸面？没听说过压台出场吗？厉害的人都是最后才出现的，慌什么？敢问左皇，可有地图？若是有可能的话，地图要尽可能的大而且详细。左皇，请恕在下直言，这个8个地方在我眼中都是垃圾。想要逆活一世，唯有一个地方有几分可能。放肆！你师承何门何派？居然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！说出你的师门，让我们替你的师父好好教训一下你。抱歉，在下的师门并不擅长寻龙点穴，这些东西是我自学的。另外，在下的本职工作是卖棺材，同时兼职寻龙点穴，以及包办白氏一条龙。大皇子请来的帮手，竟然是个卖棺材的，寻龙点穴还是自学的。父皇，大哥他找个卖棺材的人来敷衍了事，明显就是想破坏您的大计。没错，大哥虽然表面装出一副忠孝的样子，但暗地里恐怕早就觊觎父皇的皇位了。这位先生的职业颇有几分意思，不知该如何称呼。在下姓顾，名长安，陛下称呼在下长安即可。长安是个好名字，那不知长安先生可否解释一下刚刚的言论？他们8人皆是玄武国有名的风水大师，长安先生如此轻视，是否有些不妥？左皇亲自盘问，这山野村夫绝对逃不过陛下的法眼，怕是只有死无全尸这条路了。陛下要找的龙穴，乃是能逆活一世的地方。这么神奇的地方，要是能被轻松找到，那天下修士就不会因为寿元所烦恼。而且生灵是否能逆活一世，时至今日依旧是一个传说的话题。这些人上来就夸夸其谈，足以说明他们口中的话都是骗人的。骗人的话可不就是垃圾？有几分道理。那不知长安先生选的龙穴所在何处？朕也很想看看，长安先生选的龙穴到底有何不同。就是这个地方。放眼方圆10万里，也就只有这个地方有可能助陛下逆活一世。荒古禁地，那是和青铜古殿有关的地方，先生难道是故意的？荒谬！荒古禁地乃是天下公真的禁忌之地，那里怎么会有龙穴？你们成天把禁忌挂在嘴边，请问你们知道什么是禁忌吗？禁忌就是禁忌，不需要什么解释。你意图把陛下引向荒古禁地，简直是其行可诛。老朽恳请陛下将此子诛灭。长安先生为何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？荒古禁地，生灵勿入，那里可是一个十死无生的绝地。而且听长安先生的意思，你似乎知道什么是禁忌。陛下说笑了，禁忌是古往今来都无法说清楚，在下只不过是勉强想出了一些词语去表达而已。不可被认知，不可被定义，不可被描述，不可被观察。拥有以上特点的，便是世人口中的禁忌。先生这一席话可谓是道出了禁忌的恐怖之处。既然先生对禁忌更加了解，那先生为何还会选择那个地方？因为洞天福地有能者居之，在陛下诞生之前，这片大地上自然也存在着其他强者，他们同样也会被寿元的问题困扰，并且做出和陛下同样的选择。虽然禁忌无法被描述，但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，那就是禁忌的强大。禁忌的实力已经强大到了万物生灵都不敢提及的地步。这样的强大的存在，他们所停留的地方也一定是最好的。陛下想要逆活一世，所需要的龙穴自然是不可以常理论之。这个乡野村夫居然敢提出如此大胆的言论，若是陛下真的采纳，整个玄武国都会走向毁灭的。今日有些乏了，都回去吧。从今日起，长安先生为玄武国的国师，玄武国境内，长安先生可自由出入。国师之位还能自由出入，这可是连我们亲儿子都没有的待遇，连父皇的宫法密室他都能进。陛下，你不能这样呀！我和大皇子说好了，不担任玄武国任何职务的。老子真的是后槽牙都咬碎了！这么好的机缘，你居然往外推，你不要可以给我呀！
先生，你为何要选择荒古禁地？原因我刚刚说过了呀，只有荒古禁地才有可能助陛下逆活一世，其他地方没有这种可能。先生，您刚刚说的理由确实无懈可击，但程耀相信你还有其他的理由。原以为你比较聪明，多少能看透目前的局势，谁曾想你现在都没看透，我多少还是有点失望的。先生，此话何解？我问你，玄武国谁最强？当然是我的父皇。那谁最了解玄武国？也是我的父皇。自从父皇登基以来，玄武国就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强盛状态，其国土面积更是翻了1倍不止。这些地方都是父皇亲自打下来的江山，玄武国的每一寸土地都被他用双脚丈量过，他是最了解玄武国的人。这不就得了？陛下是玄武国最强者，也是最了解玄武国的人，他难道会不清楚什么地方能够助他逆活一世？先生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荒古禁地是父皇的意思？是的，你身为玄武国大皇子，玄武国的史书你比我清楚。陛下距今已经活了2300年，而在前面的2200年之中，陛下是没有子嗣和道侣的。可是，在后面100年的时间里，你诞生了，而且还陆续多了8个兄弟。2200年都没有做的事情，在最后的100年里突然做了。你不觉得这有点像交代后事吗？逆活一世这种事情比登天还难，短时间的准备是不可能成功。您的意思是说，父皇早在100年前就开始准备了？估计不止，这种大事情没个200-300年的准备，想都不要想。陛下让你们寻找龙血，只不过是想考验一下你们而已。逆活一世这种事，让你们9个年龄不过百的小毛孩子准备，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先生，你能不能劝说一下父皇？荒古禁地乃是大恐怖，稍有不慎，整个玄武国都会灭亡的。我怎么劝得动陛下？我只是一个外人，这种事应该你来做才对。在来的时候，我就让你劝一下你的父皇，因为我早就猜到陛下会选择荒古禁地。这里应该就是玄武国藏书的地方了，你要不要陪我进去看看？程耀就不陪先生了。这个玄武阁除了父皇允许之外，哪怕是我也不能随意进入其中。另外，先生切记，你只能进去观摩，不能随意动里面的东西。一旦随意触碰，很可能……陛下有令，长安先生想要的东西可随意调取，任何人不得阻拦。另外，程耀皇子负责带领长安先生游览皇宫，务必让长安先生满意。随意调取？父皇是在开玩笑吗？李天下山也不是这样玩的呀！顾长安该不会是父皇的私生子了？不然为什么我们这些亲儿子都没有这种待遇？多谢陛下。先生，你该不是姓左吧？麻烦你不要开这种伦理的玩笑。在下姓顾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我不是陛下的私生子，也不是你的亲哥哥。既然先生不是父皇的子嗣，那父皇为何会对先生如此优待？难道就因为先生猜到了父皇的心思？这是什么书？这是玄武国的史书，玄武国开国以来的所有事情都记录在了其中。原来是玄武国的史书呀，这可是个好东西。青铜古殿的记载，你就是从这里知道的吧？是的，前不久我来玄武阁调取九转玄功，想请先生出山。偶然间才发现了这个线索。陛下为了请我出来，也是煞费苦心啊。先生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父皇什么时候请你了？看我干什么？你不会真以为青古铜殿的线索是你发现的吧？这本书那么厚，内容那么多，偏偏碰巧翻开的这一页，就记载了我所要找的青铜古殿。你不觉得这件事太巧了些吗？那这件事情是谁在背后推动？还能是谁？当然是你的父皇呀。10年时间，你每年都要去找我一次，这样异常的行为，陛下能不关注吗？陛下发现了我的存在，自然会探查我的底细，也会考察我的情况。或许是出于对在下的好奇，陛下才会轻轻地推动你一下，让我来到了这帝都。可青铜古殿的事情，先生只对我一个人说过呀。哼，
没错，但是你调查青铜古殿，消息就会泄露了呀。调查消息需要找人询问，或者查阅古籍。在帝都这一亩3分地上，你做什么，陛下能不知道吗？在父皇和先生面前，我突然感觉我像个傻孩子。既然先生了解父皇的想法，那先生觉得父皇接下来会怎么做？还能怎么做？当然是考虑是否能接受我开出的价格呀。先生，难道你知道进入荒古禁地的把握？把握还是有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不算多，只有半成。不过你也别小看这半成把握，想要买我手里的半成把握，就算你父皇用整个玄武阁交换，那也是大赚特赚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走了，我要安静的看书了。另外，记得叫人把玄武阁的典籍都抄一份给我，我留着以后慢慢看。这已经不是我能插手的博弈了。你还真沉得住气。见过陛下。玄武阁给你了，国师你也当上了，送给你的资源你也是照单全收，拿到这么多好处依旧贪得无厌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陛下这话说的不对，我虽然拿了很多东西，但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想要的。交易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，强买强卖可不行。陛下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，我的生死也只不过在于陛下一个念头罢了。但我十分肯定，陛下不会杀我，也不会强迫我做任何事。哼，你凭什么这么自信？就凭荒古禁地啊！荒古禁地的恐怖，陛下比我清楚。去那种凶险之地，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意外。这样也就是说，陛下带进去的人必须绝对忠诚。若是强迫我帮助陛下，想必陛下心中也会有些许不安吧。开出你的条件。我想请陛下帮我杀一个人，至于那半成机会，在杀那个人的过程当中，陛下也会拿到手的。有意思，以你的实力和智慧都杀不了的人，想必一定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。你虽然转修了玄武国的功法路数，但我还是在你身上感受到了另外的路数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来自3万里之外的大玄皇朝吧？程耀一直把你夸上了天，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说说你曾经的过往呢？既然陛下想听，那在下就给陛下说说吧。这个故事还要从80年前说起。夜月国禁地一战之后，我逃到了玄武国，然后在这儿待了43年。千里跋涉，九死一生，只为给故人送葬。这样重情重义的人，说到师门惨状时，眼神却出奇的平静，简直自相矛盾。你不惜冒着得罪我的风险，也要请我出手杀了你的师祖。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报仇吗？并不是，请陛下出手，只是为了曾经的一个承诺。当初离开夜月国的时候，我说过要替他送葬，说过的话自然是要算数的。好一个说话算话！据你所说，青铜古殿共有18座，彼此之间应该也是有着某种联系。而这其中一座青铜古殿出现在了荒古禁地，这应该就是你那半成把握的由来吧？没错，你把青铜古殿的秘密告诉了我，你就不怕我像你师祖一样，借用青铜古殿下那不祥的力量？还是那句话，这股不祥力量的事情我并不关注。在下之所以寻找青铜古殿，那是因为有一位故人在青铜古殿当中消失了，我想确认一下他的安全，仅此而已。不得不说，你的要求让我无法拒绝。荒古禁地危险重重，哪怕能多增加一丝成功的机会，我也不会放过。准备一下吧，明日便出发。我的时间不多了。陛下，我那位师祖50年前就已经是化神圆满了，真的有把握吗？玄武国辽阔几何，夜月国和大玄皇朝加在一起，也只能勉强有玄武国1半的面积。
荒古禁地，你口中的化神圆满，敢进去吗？荒古禁地的恐怖难以言喻，别说是化神圆满，就是化神之上，恐怕也不打他的主意。玄武国以前并不算大，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，全是我一点一点打下来的。大玄皇朝那样的国家，我灭了2个。化神之上不敢做的事，我敢。师祖，时隔50年，屠神终于要来履行承诺了。您老人家应该会很惊讶吧？50年弹指而过。先生，你在看什么？看看曾经的故人而已。可是这里距离大玄皇朝足足有3万里，先生能看得到他们吗？故人在心中，自然不需要用眼睛看。别想了，今时今日的你，是无法理解这种情绪的。等你度过漫长的岁月，再次回首之时，你就会明白这种感觉了。你小子人还不错，脑子也比较灵活。相识一者，我就给你打个8-8折。等那一天到来之后，我亲自给你送葬。我才100岁，刚成年好吗？你个活了200多年的老怪物，按理说肯定走在我前面啊！程耀，多谢先生好意，但棺材这种东西，还是再等等吧。强如左皇也有寿元将近的一天，你自然也避免不了。时间对我而言，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数字。师兄，你怎么又来这儿了？这话应该我说才对。你现在是太虚观的观主，大名鼎鼎的不败道人，抵挡夜月国的攻势还要靠你。如果你出了问题，其他人怎么办？而我只是一个马上就要死的人，就算夜月国发现了我，拿我也没什么办法。师兄，你说长安大哥会回来吗？他当然会回来，因为他要给我收尸送葬呀。小师弟是个重承诺的人，只要是他说过的话，他就一定会做到。如今我快死了，那就说明他快回来了。走吧，你身上还有很多的担子，不用整天和我这个死人待在一起。马上就要去见师傅了，我有好多心里话要和他们说。至于夜月国禁地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你就断了知道真相的念头吧。慧明禅师不会告诉你，完颜公主也不会告诉你。我们彼此约定过，要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。先生，这送葬人真有这么厉害吗？居然能无声无息的在妖族境内杀死一个妖王。您是大玄皇朝的人，夜月国和大玄皇朝接壤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？送葬人我知道，不过你放心，他不会阻拦玄武国的。先生这话就不对了，此人行踪神秘，而且性格难以琢磨，说不定是那种喜怒无常的杀人狂魔。
不然他怎么会叫送葬人？这么晦气的称呼呢？我们防患于未然，也是有必要的。送葬人是我的外号，我怎么不知道我喜怒无常？而且还是杀人狂魔。先生，你怎么会是送葬人？我为什么不能是送葬人？你别忘了我是卖棺材的，而且还包办白事一条龙，专门给人收尸下葬。有个送葬的称号，很奇怪吗？听起来很怪，但在逻辑上好像又完全挑不出毛病。在面对一些信息的时候，生灵总会添油加醋，或许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说法。经过很多人的传播之后，原本的真相就会变得面目全非。想要从诸多传说找出事情的真相，你需要静下心来直面事情的本质。当你做到这一点之后，你就可以从一些蛛丝马迹当中还原曾经的真相。先生，你要去哪儿？在下不擅长打架，这件事我就暂时不掺和了。玄武国虽强，但一时半会儿也消灭不了夜月国。我先去办些事，过段时间就回来。父皇，你为什么不拦住他？你就不怕他跑了吗？你很聪慧，但你的见识还不够。说得更准确一些，你还不能分辨人与人的区别。若是你有一天能看透顾长安这个人，你就有资格掌控玄武国了。只可惜我的时间不够了，接下来的路需要你自己走。父皇，你真的非去荒古禁地不可吗？或许这世上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替父皇延长寿命。你真的太像我了，当初的我简直和你现在一模一样。虚心求教，但却又藐视一切。年少时的我，总认为天下没有任何事情能难倒自己，至于寿元问题，更是丝毫不放在心上。那时的我认为，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活也要活得轰轰烈烈，死也要死得潇潇洒洒。那种苟延残喘的行为是我最厌恶的事情。可是，在活了2000多年之后，我变了。在众多兄弟当中，你是最鄙视我的。你认为曾经气逆天下的父皇变得的懦弱了，你认为你的父皇不敢直面死亡。你的看法是对的，但也是错的。说你对，那是因为你现在应该有这个想法；说你错，那是因为你太想小看这里。凡人赞美爱情，都会用海枯石烂、沧海桑田这些描述，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，石头是不会腐烂，大海也永远不会干枯。可是当你看到一块石头慢慢的变为尘埃，一望无际的大海变成万里平原，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，时间才是万物生灵最大的敌人。它强大到足以改变一切东西，包括那些我们曾经视为真理的东西。你只知道直面死亡需要勇气，但却不知道，在知道死亡之后，依旧去追求长生需要更大的勇气。若是你坐到朕的位置上，你有那个勇气像朕一样去追求长生吗？而朕没有这个勇气。没有这个勇气也不失为一件好事，至少你的未来是稳定的。若是有可能，你将来一定要重用顾长安。为什么？因为顾长安身上有我所没有的东西。10年前你去蒙寿山脉历练，后来被顾长安所救。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守护，只是你发现不了罢了。你和顾长安的谈话，我一字不落的都听到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对这个卖棺材的家伙起了兴趣。随后我观察了他10年，
10年时间对修士来说并不算长，但也足以让修士发生一些改变。可是10年过去了，现在的顾长安和原来的顾长安还是一个样，仿佛时间根本无法对他起作用一样。修士求变数，因为只有出现变数，才能突破瓶颈。而一个国家则求稳，只有稳才能存在更加长久。我虽然是玄武国的皇，但我也是一个修士，现在也正是我求变数的时候。但你不同，你未来还有很长的路，所以你要求稳。有顾长安辅佐你，你未来的路会平稳许多。可是顾长安似乎对权力并不感兴趣。这是你的事，我不可能帮你把所有的事情做好，有些事需要你自己来做。小师弟，是你来了吗？三师兄，是我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因为你承诺过的事情，你一定会做到。师兄，你马上就要死了，我还是赶快给你换寿衣吧。等你尸体变冷，那个时候换衣服很麻烦的。好你个臭小子！虽然我马上就要死了，但我这不是还没死吗？50年没见了，就不能让我和你说说话呀？三师兄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别告诉我你还有什么执念没完成。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这个人最怕麻烦，给人收尸送葬还马马虎虎，但是完成遗愿这种事儿就不是很擅长了。放屁！你三师兄我是那种看不开的人吗？生前没能完成的事情，死后我也不会去麻烦任何人。我只不过想在临死前夸夸你，这样也不行吗？当然行了，三师兄的夸奖我可是很少听到呀。夸奖你那是对你的鼓励，但你也不能太过骄傲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任凭你生前如何叱咤风云，终究是免不了这几块木板。什么功法，什么神兵利器，都只不过是过往云烟。当初你用师父的雷击木做棺材，我只以为你是孩子心性，可是现在我才明白，太虚观当中唯有你看得最明白。伤感的话也说了，快让我看看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样的棺材。师兄，我给你准备了一具上好的金丝楠木棺材。金丝楠木可保护尸体千年不腐，你摸摸。很好，不枉我白疼你一场。师祖的棺材你准备了吗？也准备了，千年雷击桃木，上面刻画了我所学的所有阵法，保证师祖永远不会诈尸。到时候我会把师祖和你们葬在一起，这样你们也能慢慢的和他讨论曾经的过往了。还是小师弟你想的妥当呀！
师兄，这是我根据古法酿制的百花酒。在无量秘境的时候，我拉着凌霄，没有让他去和其他人争斗。按照惯例，我肯定又要被师傅责骂了。为了逃避惩罚，我酿制的百花酒，一部分准备交给师傅，希望他老人家手下留情；而另一部分，则是准备贿赂你，让你给我说好话。可谁曾想，从无量秘境出来之后，事情就一件接着一件。这坛百花酒，你们时至千日才喝上。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70年的沉淀让百花酒的味道更上一层楼，你和师傅一定会喜欢的。2个人喝一坛确实小气了些，但我总共只有10坛，剩下的我还要喝呢，你们就将就一下吧。反正你们也不能从下面蹦出来打我。师傅师兄们，我还要去把师祖带来见你们呢，先走一步了。父皇，无量秘境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之中，现在只差太炎真人所占领的夜月国禁闭。另外，梵音寺的人想求见父皇，夜月国禁地围而不攻，梵音寺的那些人让他们等着。做事情要有始有终，这件事情因为顾长安而起，自然也要由他来结束。真是巧了，刚提到他，他就来了。陛下恕罪，长安去处理了一些私事，来迟了。一点都不迟，来得刚刚好。你师祖被我困在了禁地当中，就等着你来给他送葬呢。不得不说，你那师祖还是有几分本领的。他的分身，朕居然花了2招才将其打爆。另外，你的故人好像知道你回来了，所以你是打算先去给你师祖送葬，还是先去见你的故人呢？当然是先去见故人了。我那师祖虽然在陛下眼里算不了什么，但我可不是他的对手。万一我那师祖临死反扑，我可受不了。所以，我和陛下还是分兵行动的好。哈哈哈哈！我就是欣赏你做事的这股稳妥劲儿。也罢，就给你的师祖留口气，让你们徒孙俩好好叙旧。我操，这么猛的吗？修仙界可真危险，幸好我不喜欢打架。长安大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。几十年没见，曾经的那个跟屁虫终于长大了，很好，也不枉三师兄的悉心教导。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走自己的路呀。你还是要走？也不算是走吧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也有独属于自己的归宿。我只是去我该去的地方，做我该做的事。为什么？麻烦已经解决了，太虚观百废待兴。长安大哥，你难道就真的撒手不管了吗？重建区虚庙那是你的使命，不是我的。人与人的命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天生适合扎根在某处，有的人则适合四海为家。道门讲究一个缘字。我与诸位的缘分已尽，也是时候说再见了。人一生会走过很多地方，也会留恋某个地方，但是能让人停下来的地方，只有家。我没有把太虚宫当成家，所以无论再怎么留恋，我终究会离开的。小和尚，我和你认识的时间最久，我马上就要走了，
你就不挽留一下？你顾长安要走，谁能留得住？我们是这片土地上的花草树木，而你却是短暂停留的鸟儿。鸟儿无论停留多久，始终是会飞走的。我早就算到有今天了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佛法还是有长进的。继续努力，争取以后成为一代大师。那边的事情结束了，我要去给某个故人收尸了。别看了，这家伙是不会因为某人停留下来的。另外，你在这50年里，天天叫嚣着要报答顾长安，报复曾经他对你的羞辱。现如今人已经来了，你为什么不出手呢？他的实力很强，我现在不是他的对手。我可以帮你啊。他其实不擅长打架的，我们两个联手，有机会痛揍他一顿的。佛门讲究慈悲，你满口戾气，我看离入魔不远了。还能再见到他吗？不好说，但活得久一点还是有机会的。师祖，徒孙给你打造的这具棺材，你看怎么样？不错，看得出你很用心。上次你侥幸逃脱，我心中就一直有种隐约的不安，但我没想到你会回来的这么快，而且还请到了这么强的帮手。没办法，师祖你这么强，我一个人怎么能给你送葬呢？现在都到这个份上了，师祖能不能回答徒神几个问题？可以。无量秘境同样有青铜古殿，你为什么会跑到夜月国来布局？无量秘境下面镇压的东西被人灭了，所以我找到了夜月国。原来是这样呀。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，你杀了师傅他们，你后悔过吗？些许风霜罢了，修道之人为求长生大道，有些许牺牲很正常。他朝若得脱身法，生吃黄泉苦也甜。好一个生吃黄泉苦也甜！师祖道心坚定，弟子佩服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弟子送你最后一程吧。哼，若我没有被困住，你没有那么容易杀我。若是道友能再活个1000年左右，或许能与在下一决雌雄。只可惜你活不了这么久了。对了，这大手代表着什么？你对青铜古殿研究了这么久，应该知道些什么东西吧？我当然知道，但是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就算我说了，你敢信吗？也对，你的话我还真不敢信。陛下，可有收获？确实有一些。每座青铜古殿当中应该都有一个传送阵，而传送阵当中还蕴含着某种联系。至于具体什么联系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这里的传送阵已经毁了，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无量秘境那座青铜古殿上面了。若是那座青铜古殿的传送阵还能用，说不定真的能进入荒古禁地。对了，这应该是你的东西，还给你吧。多谢陛下。
百拜仙尊乃是2000年前的人物，陛下可否听说过他的名号？听说过，在我10岁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他的传闻了。只不过那时候他已经是2000年前的人物了。这上面的文字是2000年前一个皇朝的文字，从我记事起就已经灭亡了一段时间了。我之所以能看得懂，那是因为那个皇朝当时消失的还不算久。10岁时就听过，当时已经流传了2000年，这么算下来，百拜仙尊岂不是4000年前的人物了？陛下，4000年前百拜仙尊就存在了，那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清楚，只凭借一个虚影就镇压住此处不祥和太眼真人，这种手段我做不到。若不是青铜古殿镇压，我也很想借用一下此的力量。看你一直没提不祥力量的事情，我还以为你不屑借用此处的力量，合着你是搬不开呀？陛下，在下还要给师祖安葬，就先行告退了。去吧，但是要快些。取走无量秘境的青铜古殿可花不了多少时间。在这片土地上当了快200年了。200年前，我只想安安静静的活着，可是种种事情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，硬生生的把我推到了现在这个位置，让一个最不想修仙的我达到元婴境，真是世事无常。陛下，硬闯荒古禁地这种事，在下恐怕不是很擅长，要不等一会儿再进去？荒古禁地中有另一座青铜古殿，你不进去怎么能看得到呢？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但我不擅长打架呀，我跟在陛下身边会拖陛下后腿的。硬闯荒古禁地只有一次机会，你不跟在我身边，大概率是没有机会进去的。另外，青铜古殿的修复工作是你主持的，你如果不和我一起，你觉得我会放心吗？宁安是在青铜古多传送阵当中消失的，我本想好好研究一下传送阵之间的关联，我真没别的意思呀。看样子，荒古禁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。决战！化神期对应炼体5层，左皇这等实力，早就彻底踏入第7个修炼境界了。眼来！能成。
乖乖，这就是荒古禁地的恐怖吗？这个世界果然还是太危险了。那根突发丝出现时，我就吃下特制丹药假死躲进石棺了。这都3个月了，看来荒古禁地没把我这只小虫子当回事，懒得杀我。在荒古禁地当中，没有危险就是最大的危险。这不完犊子了吗？外面的银色阵纹我看一眼就头疼，这里面的可是金色阵纹啊！系统，这情况怎么办？我要永远困在这里吗？宿主为什么会认为自己将永远困在这儿？这还用说，因为这阵纹太厉害了呀！那宿主为什么不尝试参悟一下这些阵纹？研究阵法一直都是你的爱好。可是这个阵纹太复杂了，以我的境界去参悟，就算再过1000年我也参悟不了呀。那10000年呢？时间对宿主来说还有意义吗？对呀，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。1000年参悟不了，那就10000年喽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辟谷完全没问题。我一直在找一个安静且与世无争的地方。试问这世上还有比荒古禁地更安静、更与世无争的地方吗？只要大恐怖不来找我麻烦，我简直不要太潇洒。多谢系统大大的提醒，和其他人待久了，我差点都忘了自己的情况了。玄武阁的藏书左承耀都复印了一份给我，这么多藏书，我早就想细细品读了。至于金色阵纹的参悟嘛，先等个几十年再说，阵纹就在那里，又不会跑。前辈，这个价格真的不贵了，我这可是上好的金丝楠木棺材，在这方圆100里之内，谁不知道我是出了名的物美价廉？这个价钱卖给你，我真没赚多少。这是我的底线了，你要是不反对，我可就当你同意了。岁月果然是最强大的武器啊！这么好的丹炉都变成废物了，真可惜。补天膏，这方子说，无论受了再重的伤，哪怕天河破碎，只要有这补天膏，便可再延续7日性命。可是这上面的字我只认得个大概，那些古老的药名我根本不认识。唉，空有药方没有图鉴，练不了啊。被困荒古禁地50年了，花20年才离开古殿安全范围5步。好在路上给一个阵法大师收尸，得了本授本书，才知道这地上的金色阵纹叫道纹，非无上者不可掌控。这进展还是慢了。距离上次沉睡已经过去了130年，距离下次沉睡只有30年不到的时间了。真就离谱，为什么就不能创造一种一直流通的文字呢？要是我能把上面的字认全了，估计速度还能快上几倍。左皇，真不是不给你收尸，实在是我的时间要到了，您老人家多担待一下，等过一段时间我再来给你收尸。系统，虽然我在荒古禁地待了这么久，但是我依旧没把握保证安全。我在沉睡期间不会出什么问题吧？回宿主，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。在沉睡期间，宿主将会拥有无敌状态，任何存在都不能对你造成伤害。另外，沉睡期间，宿主的一切生机都会停止，那个时候的你和地上的一块石头没有区别。能威胁到宿主的存在，又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去攻击一块石头呢？系统，照你这么说，那我岂不是可以在沉睡期间纵横荒古禁地了？系统不建议宿主这样做，因为在沉睡期间，无敌时间是有时效性的。
无敌时间总共只有10个呼吸，10个呼吸过后，宿主会被强行唤醒。原本还想弄个大弹弓把自己弹出去，半空秒睡白嫖无敌跑路的。10个呼吸，真小气。系统开始勤睡吧，勤睡时间直接拉满，我这属性点还是太弱了。沉睡开始，沉睡时间160年。这种一成不变的环境真让人压抑，怪不得总说山中方7日，世上1000年。待在这种地方，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。160个属性点，全部加在防御上。系统，你能不能给我弄一个标签呀？就是那种把各项数据转化成具体境界的那种，不然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几斤几两呀。标签添加中，标签添加完毕。元婴出期之下不可破，这个防御力还马马虎虎，至少在外面自保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这几十年把太虚剑玄武国的书都翻烂，功法早就烂熟于心。再加上给太眼真人、万岩阿骨多他们收尸顺来的这些储物戒，毕竟送葬人哪有做赔本买卖的？元婴后期应该够用了，要是想突破到化神境，我估计得花10年，这可不划算。每次沉睡，生机停滞，体内灵力就像肉里的水分一样蒸发，每次醒来都要重修，太麻烦了，得找个办法封住灵气。天地绝命阵就是你了，这可是3大杀阵之一，上断天路，下断黄泉，绝天绝地绝命，用它封住灵气外泄，绝对管用。杀阵改成困阵不简单，不过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陛下，为了给你收尸，我可是足足花了90年时间，想必你也不会让我白忙活一场吧？这不是玄武国的九转玄功吗？另外，这个东西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陛下，你这多少有些不地道呀！合着玄武国祖上早就有人进来过荒古禁地，哼，而且还带出来一些东西。以前我还一直纳闷儿，玄武国都没有人进入过荒古禁地，又怎么会知道荒古禁地里面有一座青铜古殿？现在有了九转玄功为证，这个谜题算是解开了。当初左丞要请我出手，给我的九转玄功翻译版上就画着这4个符号。后来我在禁地图里剪笑下半篇，只当是个锋利的收藏品。要不是今天凑齐了，陛下，这世上那些无法解开的谜题，恐怕都是这样产生的吧？玄武国祖上有人进过荒古禁地，玄武国的老祖宗到底对荒古禁地了解多少？这件事恐怕只有你知道。还有，玄武国的老祖宗从荒古禁地当中带出了九转玄功的残卷，从这么危险的地方带出去一件东西，那足以证明这东西很不一般。现如今你死了，这些秘密也彻底被你带进了棺材，多少有些可惜了。290年了，宁安在青铜古殿的传送阵消失，我花了这么久，终于能弄清楚青铜古殿的秘密了。万物生灵借用不祥力量抵抗巨兽，又联手巨兽封印不暇，最后造了这18座青铜古殿，刻下3色传送阵。共患难后居然又打起来了，更糟糕的是，经过这么多年战乱，
18座古殿早就不在原位，3色传送阵只能随机传送，1/17的概率，我真的能顺利找到宁安吗？唉，丫头，你可真会给我找事儿。这里的部分花纹被人抹除，摆明了就是不想让人知道一些事情。现如今，如果我想找到你，那就必须弄清楚镇守18座青铜古殿的种族是哪些。唉，你可千万别传放到巨手那边，不然我可就头大了。镇守古殿的18个种族，还有巨手的来源，全被抹掉了。夜月国禁地那座也是这样，这绝不是太眼真人干的。能在这荒古禁地抹除花纹的存在，或者说是这禁地里的大恐怖刻意抹除的。而且18座古殿移位，下面镇压的不祥居然没跑出来跑乱，说明有某种生灵在默默清除祸端。不管哪种，都不是现在的我能惹的。这残阵我勉强能启动，天知道会出什么意外。肉身传送那是找死。外面的时空裂缝正在切割石棺，两边的传送阵果然对不上。幸好我足够小心，是肉身传送，那我现在恐怕连渣都不剩了。不是吧？我刚落地就来这么大的场面，还能不能玩了？这是哪儿？这里是10万大山，你是谁？我是外来者，对你们的语言不太熟悉，可不可以让我们用神识交流？这老头气势吓人，怎么神识连金丹期都不如？算了，先搞清楚情况再说。金天神白雾，他们该不会是把我当成什么了不得的大能了吧？而且看这样子，我一时半会儿好像走不了了。神使大人，您慢用。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，你也来吃点吧。叽里咕噜，不。既然你不吃，那不如你来教我这里的语言吧。你们这儿的语言我听不太懂。这地方不修肉体，不修内丹，专修蛊虫。蛊虫虽能是杀敌救人，却无法增强神识。怪不得那大祭司会被我元婴系的神识压得跪地磕头。好了，暂时就到这儿吧。阿满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神使大人，求求你救救白巫族吧！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白巫会被那些黑巫逼死的。我只想借青铜古殿修传送阵，这祭台只有个底座，壳子早没影了。没有原住民帮忙，我上哪去找失踪的青铜古殿？要想马儿跑，总得先喂草啊！你们和黑巫族的事情我不太清楚，但我可以帮你们调停一下。至于能不能行，这就要看天意了，我也不敢保证。多谢神使大人。这里的人还真是淳朴，如果换成其他地方，我现在估计已经被抓起来仔细研究了吧。神使大人，前面就是黑巫族的驻地了，
这黑白两族的寨子相隔才2-3里地，既然是死敌，隔这么近，怎么还没打起来？去把你们族长给我叫出来，就说神使大人来了。不是，你现在是在你敌人的地盘上，这种语气不太合适吧？黑巫族居然还真听他的话。保护族长！这叫什么事儿？你们两族不是敌对吗？怎么只针对我一个人？还有，我刚刚只是用了很少的神识，这族长怎么就吐血了？碰瓷儿呢吧？喂，都把古铜收起来，不得对神使大人无礼。刚刚是我冒犯了神使大人，还请神使大人见谅。我黑巫族对神使大人绝对没有半点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认定我就是神使？因为大祭司说你是神使，而且神使大人刚刚也证明了自己的身份。可是据我所知，黑巫族和白巫族应该是敌对关系吧？是的。那他说的话你信？我信。这逻辑不对呀，这到底是什么魔幻情况？黑巫白巫原本是一家人，就是因为你们快活不下去了，所以你们才将部分族人赶了出去。是的，巫族祖先留下遗训，但凡巫族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时，族人需要分裂成2部分，一强一弱，生死互不相干。为了保存种族火苗，亲手将弱小者赶出去等死，残忍却也无奈。看你们这样子，应该才分裂不久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导致你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？10万大山虽然生活艰难，但我们巫族还能勉强为生。可是，在3年前，有一只雷兽来到了我们巫族的地盘，如果不是快活不下去，怎么会将族人赶出去呢？雷兽，兽族天生自带神通，极其仇视人族和妖族，认为保持兽形才是最强形态。光凭这群玩虫子的巫族，确实挡不住。兽族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，光凭巫族的情况，估计很难抵抗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帮你们重新寻找一个栖息地，到时候你们也帮我一个忙，怎么样？多谢神使大人。神使大人，你可能不太了解这10万大山，此处瘴气横行，毒虫凶兽遍布，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栖息之地，比登天还难。事在人为嘛，能不能找到，先找了再说。如果实在找不到，你们再按照原本的祖训进行就是了。敢问神使大人，您还有什么事情要办？我们巫族一定全力协助。没什么，我要找一个东西，那是一座青铜古殿，这东西你们应该见过吧？怎么，这个青铜古殿有什么问题吗？神使大人，您说的青铜古殿我们知道，那里原本是我们巫族的祭祀之地，可是3年前青铜古殿被雷兽拿走了，我们不是雷兽的对手。只要知道青铜古殿的下落就行，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。有谁知道雷兽在哪里吗？我想去和他谈谈，毕竟兽族也不全是顽固不化之辈。我知道雷兽在哪里，我带你去。阿丽，滚回去！大人说话，小孩子插什么嘴？阿爹，我已经16岁了，上个月才进行的成人礼，我不是小孩子了。我要为巫族出力，我不想让祭司爷爷他们死。水月洞天的情况只有我清楚，我是最好的带路人。既然你就这么说了，那你就带神使大人去水月洞天吧。不过你要记住，神使大人不太清楚10万大山的情况，你要保护好神使大人。阿爹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神使大人出问题。神使大人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就现在吧。神使大人，我们不要飞得太高，不然会被凶手攻击的。神使大人，你能帮助巫族脱离困境的，对吗？我只能在某些方面上帮助你们，能不能脱离困境要看你们自己的努力。在这世上，求人永远不如求己。而且我对你们来说只是一个过客，我不会永远留在这儿的。以后的日子你们只能靠自己。人族修士顾长安求见。
卑微的蝼蚁，滚！走了。神使大人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有个事情我要告诉你，我暂时不打算走了。什么时候弄死这只雷七，我什么时候离开10万大山。这几百年来，我一向与人为善，从不杀生。那只化神期雷秀竟然朝我吐口水，而且还是2次，他凭什么？就连远超化神期的玄武帝尊都没这么对我，这口恶气不能忍。你们认为我是神使，那你们应该也相信我的能力。我要在10年之内弄死水月洞天的那只雷兽。如果你们认定我能赢，那就来帮我；如果认为我不能赢，那你们就尽快离开，省得到时候殃及池鱼。神使大人，吃点灵果消消气吧。我知道你们有祖训，那就是要不能招惹祭台上出来的人。虽然祖训是对的，但事情却不是一成不变。我不是你们祖训当中提到的人，神使这个称呼就不用叫了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叫我一声长安大哥。另外，雷兽的事情是我和他的私事，不会牵扯到巫族，你放心就好了。是长安大哥，我想说的不是这个。不说这个事情，那你想说什么？长安大哥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大山外面还有另一个世界，可是整个巫族没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。你应该是从外面进来的，你能告诉我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吗？大山外面是一个很精彩的世界，但我不建议你了解外面的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外面的世界比这10万大山中的毒虫凶兽更加危险。在外面的世界，死亡有些时候反而是一种解脱。把树皮交给古力从长，让他按照这上面布置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应该会选择和我一起对付雷兽。至于这木雕嘛，就送给你了。从我来这儿开始，你就一直盯着它，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长安大哥，我没有。有没有我看不出来吗？普通的木雕而已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。想要就拿去玩吧。谢谢长安大哥。兽族通常群居，水月洞天那只雷兽不足为惧，麻烦的是他背后的种族，大了小的来老的，修行界历来如此。但这口水的仇，我顾长安必报。神使大人，这些东西能打跑雷兽吗？并不能，这只是我改良过的聚灵阵而已。这个阵法不但可以聚集灵气，而且还可以屏蔽大山中的瘴气。我观察了一下巫族的蛊虫之道，蛊虫的威力并不小，只可惜你们碰到了蛊虫的克星雷兽。雷兽坚硬的鳞片可以抵御大多数的蛊虫，而它的天赋神通更是将一切蛊虫死死克制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们应该不会这么狼狈。神使大人说的对，我巫族能在大山中活下来，自然也是有应对危险的本领。只可惜我们巫族的金蚕蛊失传了，不然未必对付不了雷兽。金蚕蛊？什么东西？这是我巫族最强大的蛊虫，准确的来说，应该称呼为蛊神。据传闻，金蚕蛊可蚕食世间一切，哪怕是雷兽的鳞片也不能阻挡。确实是个好东西，只可惜已经失传了。既然你们的方法对付不了雷兽，那不如来试试我的。我看巫族的人全都肉体强悍，十分适合修行炼体功法。这2本功法你们先拿去用，等把族人的实力都提升上来再做打算。另外，你们可能看不懂我写的文字，这上面的意思我已经告诉阿蛮了，具体情况你们问他就行。多谢神使大人，我们一定不会辜负神使大人的期望。没道理啊，这九转玄功为什么就是练不成呢？神使大人，您在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研究点东西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神使大人，您这么厉害，我想拜你为师。拜师的事情你就不用想，我从不收徒。给古力长的那2份功法并不差，你好生修炼，未来的成就不会低。
神使大人就是很了不得，这八九玄功一听就是很厉害的功法。等等，神使大人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我说八九什么？八九玄功呀！你能看懂这上面的字？这有什么看不懂的？族里的年轻人就属我认字最多了。我的意思不是这个，我是说，你为什么会认识这上面的文字？神使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巫族的文字，我为什么不认识？我一直以为巫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，原来玄武国的老祖宗从一开始就翻译错了。八九玄功翻译成九转玄功，难怪千百年来没人练得成。阿丽，你来帮我翻译一下这上面的文字。阿丽，看样子你何该有这场机缘。既然你翻译了八九玄功，那我就把这篇功法传给你吧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传你功法，那是说明你有这个机缘，并不代表我要收你为徒。另外，你学得这八九玄功之后，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的族人。这功法来历太大，若是你随意透露，搞不好会为氏族引来杀身之祸。神使大人，你放心，我谁也不告诉。如此最好。另外，你不要叫我神使大人了，叫我先生吧。好的，先生。好了，今天的讲课就到这里吧。你回去之后要好生熟悉。阿丽记住了。原以为只是篇练体功法，没想到阴数最大为8，阳数最大为9，功成九转，三魂归一，元神永续不散，功体万劫不坏。纵地金光，法天象地，这一次是真捡到宝了。先生，今天有什么收获吗？老样子，那只雷兽兽还是很少出来。先生，连您也不是那只雷兽的对手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你又不是不了解我，我一般不喜欢打架。对了，你的八九玄功练得怎么样了？多谢先生关心，我目前已经将八九玄功练到第7层了，马上就可以修炼纵地金光这门神通了。10年时间能将八九玄功练到第7层，不得不说你天生就是修炼这门功法的材料。只可惜我手里只有八九玄功的前9层功法，剩下的63层恐怕永远无法集齐了。再等几个月吧，等你把纵地金光这门神通学会了，我们就可以找雷兽的麻烦了。先生，现在修行体系如此复杂，假如有一天我离开了10万大山，我该如何判断未来对手的实力？没法判断，你只能靠自己的直觉。外修内修各有优点，虽然大致划分之后境界相差并不大，但如果细看差别，就会显现出来了。生死之战，胜负往往在毫厘之间，一点点细微的差别足以决定生死。那这也太麻烦了，为什么不能有一种统一的修行之法呢？内修外修各有优点，内外兼修不就行了？从理论上来说，这种事情是可以做到的，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做到。八九玄功虽然可以做到以肉身修出元神之力，但本质上还是偏向于外修的。内修之法和外修之法你都会，你提出的那些理论也很有意思。虽然大致划分之后境界相差并不大，但如果细看差别，就会显现出来了。生死之战，胜负往往在毫厘之间，一点点细微的差别足以决定生死。但是这其中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这些问题需要你自己去解决。说不定千百年之后，你会统一整个修仙界，然后创出一个全新的修行体系。内外兼修，不过是闲暇时随口一说的玩笑罢了，怎么可能真的实现？你们又在聊什么？能说给我听听吗？阿满，你是越长越漂亮了。我记得你以前可是又黑又瘦小，另外以先生的境界，早就已经辟谷了。你为什么一直坚持送饭？跟长安大哥学了这么久，还是管不住你那张嘴。既然你已经辟谷了，那等一下的饭你就别吃了。虽然修行者可以辟谷，但是多吃点饭还是没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总是需要吃饭的，多沾染点人间烟火，这样也能多点人味儿，不是？而且阿蛮做的饭这么好吃，你难道不想吃？就是，还是长安大哥明事理。
哪像有些人，修行都把脑子修坏了。不是我不想吃饭，实在是你偏心眼。先生的饭菜里每次都有鸡腿，我的饭菜里就只有数不尽的绿菜。你要是给我加鸡腿，我肯定也乐意吃饭。爱吃吃，不吃滚！想吃鸡腿不会自己去弄啊？给你吃还挑三拣四的，今天你没饭吃。长安大哥，你观察了雷兽10年，看出雷兽的弱点了吗？雷兽的弱点我没看出来，但问题倒是看出来一大堆。水月洞天是巫族的栖息地之一，单从灵力来说，这个地方并不是很好，所以水月洞天没有理由会引来一只化神期的凶兽。可是雷兽还偏偏来了，而且还一直赖在这里。然而更有意思的是，雷兽本可以轻松灭了巫族，但他却没有这样做，只是简单的将你们吓走。这种行为很明显不是凶兽的做法呀。另外我还发现，每次雷兽进食之后都会十分嗜睡，这也是非常违背常理的。要知道，化神期的修为，就算10年不睡觉，也不会有问题。这些问题对打败雷兽有帮助吗？哼，在别人手里没有，但在我手里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纵地金光练成了没有？回先生，纵地金光我已经掌握了。掌握了就好，跟我来。先生，你这是打算去水月洞天吗？是啊。有什么问题？先生，这是要对雷秀动手了吗？若是如此，我马上回去召集族人。巫族筹备10年之久，就是为了今天。你叫人干什么？这件事就我们2个去。别表现得一脸不情愿。我让巫族筹备10年，是另外的大用处。一只单独的雷兽，至于动用我准备的底牌吗？先生，你还有更大的谋划？当然有了。我们杀了水月洞天那只雷兽，你觉得雷兽背后的种族会放过我们吗？今天我们的行为不但是启动整个布局的开始，也是整个布局最为关键的一环。要是无法到达我的预期，那我们就准备跑路吧。先生，你放心，这次行动我阿里就是拼上性命，也要助先生一臂之力。拼命倒是不用，你待会儿只用把嘴闭上就行了。嘘。人族顾长安有至宝献上。放肆！这明明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你敢戏弄我？雷兽大人明鉴呀！当初我遇到这块石头的时候，它不但散发出了五彩光芒，而且内部还隐约有一块仙金。只可惜在下实力低微，无法破开这块石头，所以才来献给大人的。还敢狡辩，滚！
愚蠢的人族！我雷兽一族以金属和矿石为食，身体更是百毒不侵。虽然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但你无论如何都伤不了我分毫。待我完成这里的事情，定要将你们全部杀光！哼哼。雷兽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大胆，还敢回来！信不信本尊杀了你？看样子你是真的动不了了，这样我也就放心了。人类，你再敢碰我，信不信我杀你全？叫什么叫？没看到我正在想让你怎么死的惨一点吗？你大喊大叫会打乱我思路的。先生，你是怎么让这只化神期的雷兽不能动弹的？雷兽以金属和各种矿石为食，一身鳞片可以说是坚不可摧，其身体更是能避免绝大多数的毒。这样的物种可谓是上天的宠儿。我观察了它足足10年，在这10年时间里，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：碰到这样一个强悍的种族，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让其灭族亡种？哈哈哈！就凭你也想灭我雷族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让我动弹不得，但我的族人一定会为我报仇的。你说的没错，从常理上来说，还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灭你全族。但我这10年时间也不是白花的。我发现了你们雷族的一个小秘密，这个小秘密恐怕连你们自己都不清楚。什么秘密？在这10年时间里，你一共进食20次，平均1年2次。在观察前6次进食的时候，我发现你其中2次进食之后，特别容易打瞌睡。针对这个问题，我产生了一个疑惑。我在想，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容易打瞌睡？前2次你打瞌睡时，我将你吞噬区域的所有植物和矿石都记录了下来，然后进行逐一对比。可是你每次进食都会吞掉小半矿脉，那么大的面积上蕴含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我得不得再花7年时间继续筛选。在这7年时间里，你每次进食的地方都是我精心挑选的，难道你就没发现，你在这7年里打瞌睡的频率变高了吗？不可能！我们种族百毒不侵。雷兽确实百毒不侵，但如果那东西不是毒呢？这是火红花和亚麻草，我给它们起的名字。它们一般会生长在一些矿脉上，不算少见，也不算常见。这2种东西无论是一起吃下，还是分开吃下，都不会产生毒素。但是它们有一个很奇特的作用，那就是会让你们雷兽全身麻痹。当然，这个猜想也是我现在才确定的。最开始的2次打瞌睡，就是因为你在吞噬矿脉的时候误食了这2种东西，只不过你摄入的量太少，所以才没有全身麻痹。所以为了验证这个猜想，我在那块石头上涂抹了这2种杂草的浓缩汁液。那你凭什么敢肯定我会吃那块石头？我当然不敢肯定呀，所以又在那里面添加了些东西。这样一来，这2种杂草的汁液就会变得极易挥发。畜生始终是畜生，总有一些坏毛病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在碰到你们不认识的东西时，你们会用鼻子闻，会用舌头舔。这样一来，我的目的就达成了。但是我真没想到你会蠢到把它吃下去。雷兽的鳞片极为坚硬，就算是一些神兵利器，也只能伤到皮毛。这点我刚刚也验证了，但是我始终不相信世上会有完美无缺的物种。哼，
想不到你们的鳞片还真有弱点。然而更麻烦的是，这个弱点好像被我找到了。杀了我！有种你就杀了我！想什么呢？我怎么会让你轻易死去呢？我要你亲眼看着自己是怎么被我一刀一刀的肢解，然后我会研究透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，并且寻找出其中的弱点，而这些弱点则会成为你们种族的催命符。先生，这样是不是有些残忍了？残忍吗？一般般吧。外面的世界比这残忍100倍。另外，凶兽吃人的事情你又不是没遇到了，半截人体被咬碎，另外半截身体在地上哀嚎挣扎。那个时候你觉得残忍吗？凶兽会因为你觉得残忍就放过到嘴的猎物吗？你在10万大山里面长大，应该很明白，感情这种事情对人讲一讲还行，对其他物种谈感情，简直是贻笑大方。回去叫人吧，这么多肉，我们俩可吃不完。正好也让大家改善一下伙食。雷兽的肉质极其鲜美，诸位还是尽快享用吧。不过，有一件事情我和大家说一下，兽类的嗅觉非常灵敏，一旦吃了雷兽的肉，肯定会被其他雷兽闻出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步踏出，便没有回头路了。大家还等什么？快点火烤肉呀！这可是神使大人赐给我们的。长安大哥，你快尝尝，这是我刚烤好的。还是我们阿蛮有良心，不像阿丽那个混账，遇到好东西只顾着自己吃。长安大哥，解决完雷叔的问题之后，你打算干什么？当然是离开这里，然后继续做我曾经的事啊。长安大哥，到底是什么让你一直这么挂在心上？没什么，我在找一个人，他跑得有点远，我花了将近100年时间还没有找到他。天知道后面还要花多少时间。她是个女子，对吗？是的。能让长安大哥寻找这么久的女子，想必长安大哥一定很喜欢她吧？你这丫头，年纪轻轻的，脑子里怎么总装着这些事情？谁说一直寻找一个女子就是喜欢她？如果不是刻骨铭心的相爱，那是什么东西能支持长安大哥你寻找这么多年？爱情确实让人幸福，但让人坚持下去的东西并不只有爱情。我找的那个人是一位故人临终前托付给我的，所以我需要确认他的安全。就算他现在已经死了，我也要把他的尸体带回去安葬。这是一种承诺，也是对曾经的一种珍惜。长安大哥，那你能给我说一下曾经的故事吗？可以。他喜欢你。是的。但是你拒绝了他。没错，所有事情我都知道，包括宁安对我的感情。那我呢？你也会像拒绝他一样拒绝我吗？是的。为什么？你不执着于修行，做每一件事都是随心而行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拒绝？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打算拒绝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对身边的人那么好？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狠下这个心？今人不见古神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：人只有在失去某个东西之后，才会懂得珍惜。
那如果你提前知道这个东西注定会失去，你会忍住不去珍惜吗？你这是狡辩，人怎么可能知道未来发生什么？你凭什么认为你一定会失去？为什么不能？这种预知你也能做到。就比如，你巫族的同胞会慢慢死去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，也是已经预知的未来。长安大哥，你真的能看到所有人的未来吗？是的。经历了这么久，你的心应该很痛吧？痛习惯就不痛了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给人收尸的原因。因为给故人收尸，能把他们的回忆装进心里，同时也能在心里将他们埋葬。是谁？是谁杀了乌尔？乌尔雷山，雷族的天之骄子陨落了。不管是谁杀了他，我们雷族定要让其血债血偿。别急着叫呀，等一会儿你们也要和他一样的。人族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居然如此冒犯雷族！我雷族定要用你人族100万鲜血来洗刷耻辱。还100万鲜血？你们有那个能力吗？一只雷兽不够吃，你们俩来了更好。放肆！想不到你们雷兽的鳞片除了坚硬之外，竟然还能防御雷霆，这真是一个意外之喜。几百年都没有打架，我都不知道我原来这么厉害。太恐怖了！雷族引为傲的鳞片，在那金光面前比纸还脆。那把断剑，更是透着绝世神兵的恐怖气息。他一个化神期人族，凭什么拥有？你跑什么？放过我，不然我拼着自爆！为什么他总能无视防御，找到命门？这没道理啊！根据记载，雷兽乃是兽族上古血脉，实力十分强悍，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？应该和武器无关，估计是这两副的实力太弱了。雷兽就算再怎么弱，也不可能连我从荒古禁地捡的垃圾也挡不住吧。两位化神期强者短时间内双双陨落，雷山到底招惹了什么样的存在？传我命令，全速前进！不管你是谁，我雷云一定要杀了你，给乌儿报仇！这情况看着不太对劲儿呀。有谁知道前面是哪个种族的地盘吗？前面好像是巫族的地盘。巫族？他们疯了吗？居然敢去招惹雷云那个疯子！另外，凭巫族的实力，没能耐杀了雷山呀。是不是巫族干的？我们看下去不就知道了？但我估计，这背后应该有强者操控。光凭一个巫族，确实没能力做到这一点。滚出来！我操！雷云那个家伙疯了吗？真以为雷族天下无敌了？叫你背后的人滚出来！就凭你们这些两脚羊，还没资格杀了乌儿。这话说的，雷兽又不是天下无敌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了他？以你的修为，应该不难感受到我身上有你儿子的气息吧？你猜的没错，你儿子已经被我们吃进肚子里面了。牙尖嘴利，
等我施展搜魂之法的时候，希望你还能这么嘴硬。天赋神通确实很好，但天赋神通不是万能的。人族之所以能屹立于这片土地上，自然有其中的道理。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人族的天赋神通。怎么回事？我竟无法与天道呼应。怎么，是不是发现无法调动天地之势了？介绍一下，这个阵法名为天地绝命阵，绝天、绝地、亦绝命。阵法不错，只可惜你没有这个命将阵法完全启动。能挡住我一击之力，已很不错。现在我相信雷山是你杀的了。呸！你的境界应该达到第6境了。我的传承路子有点野，不太清楚第6境的名称，能说一下吗？炼虚。多谢。另外，你们是打算一个一个上，还是一起上？我不会让你们死得太轻松。这里所有的人都会活着，但你们的哀嚎声会响彻天地。100年的恩怨，今天就来做个了结吧！法相天地！永别了！这是饕餮根骨，你从哪里弄来的？原来这从荒古空壁刨出来的硬骨头是饕餮根骨，难怪拿出来时所有雷兽都会停滞。血脉压制啊！你有神兵利器，还有血脉压制的宝物，你跑什么？人类，现如今你们已经山穷水尽，把饕餮根骨交出来，我饶你们不死。谁死谁活还说不一定呢。我这大阵你们破不了。我不否认你这杀阵的威力，但可惜的是，你自己已深入阵了。你身处阵中，被我等围追堵截，根本无法操控阵法。光凭阵法自行运转，一时半会儿根本奈何不了我们。在这段时间，我可以杀光所有人族，包括你。我把饕餮根骨给你，你真的能放过我们吗？我从来不做什么保证，但如果你不把饕餮根骨交出来，我现在就杀了他们。等等，我把饕餮骨给你，你真的能放过我们吗？先生，不要相信！我再说一遍，我不会做出任何保证。你可以不交，但我会杀光他们。你能告诉我一个问题？回答完这个问题，我就把饕餮根骨交给你。说，等一会儿你想被做成什么口味？
我杀了你！你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还用问吗？当然是杀你全族呀！讲真的，整个雷族当中，我最担心的就是你。虽然这种药针对雷兽有奇效，但你的境界太高，如果这种药物失效，这里的人除我之外，恐怕都要死。不过事实证明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哪怕是炼虚境的雷兽，也抵抗不了来自血脉的缺陷。你什么时候下的毒？我怎么没有发现？而且我们雷族百毒不侵，就算有毒药能毒翻我们雷族，那他们为什么没事？我不相信人族的体质能比得上雷族。雷兽一族的血脉确实强，但是你们真的了解过自己的血脉吗？万物相生相克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知道。上天创造出了你们这种强悍的种族，自然也会给你们留下一定的缺陷。我所用的药不是毒药，而是专门为你们雷族准备的麻醉药。雷族一旦沾染到这种药，就会全身无力，并且变得毫无抵抗能力。你在骗我！你烦不烦？没看到我正在找你的命门吗？这一下子吓到我了。你什么时候下的毒？以我的修为，不可能没有察觉。你刚来的时候，没看到我们是从地道里钻出来的。我没有直接对你们下药，而是把药掺杂在这方圆500里的泥土里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在地道下面架设了无数大铁锅。随着烈火的焚烧，锅里面的药力就会顺着泥土渗透上来，这样我就能做到无声无息的下药了。是条硬汉，雷丹是你们雷兽的命脉，这种疼痛来自灵魂深处，药力是无法麻痹的。当初你儿子被我活拐的时候，哀嚎声可响彻天地，你居然能做到一声不吭，真了不起。你早就设好了这个局，此处的杀阵只不过是你引人注意的工具罢了。没错，天地绝命阵只是一个辅助工具，雷族数量太多，随便逃跑一个化神圆满的强者，我这边都会遭受灭顶之灾。所以哪怕我掌握了你们雷兽的致命缺点，也依旧不敢轻举妄动。这天地绝命阵只是一个罩子，我要笼罩住这块地盘，不让药力太过分散。接下来要做的事情，就是不断的拖延。像你们这样的强族，在面对我们这些小鱼小虾时，一定会抱着猫捉老鼠的态度慢慢玩弄。现在看来，我所有的步骤都没有。好了，你就慢慢看着，我会最后才杀你。我要你亲眼看着你的族人在哀嚎中死去。我不会放过你的，就算是我死了，我也会再次回来复仇的。想法很好，但现实很残酷。你不会有复仇的机会了。你的鳞片会被我做成盔甲，你的肉会被我吃进肚里，你的血会被我炼成丹药，就连你的骨头也会被我打磨成武器。做完一切之后，我还会念经超度你们的愿，保证做到万无一失。不过我这个人也不是那么绝情，我会给你们选一个墓地，保证你们入土为安，但只能是衣冠冢，毕竟你们的肉身我利用的很彻底。打了这么久，差点忘了告诉你，我为什么杀你。我和你儿子见面的时候，他吐了我2盆口水，所以雷族覆灭的原因可以怪在这2盆口水上。
一人灭一族，这从来只是夸张的说法。可现在，这件事情却变成了现实。朱丹已经死了。雷山霸占水月洞天，估计是想借助这里的灵泉让他恢复生机。神使大人，雷族的资源已经清点完毕了。雷族的资源我拿走一半，剩下的一半留给你们。100年之内，这10万大山之中的凶兽应该不敢来招惹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趁着这个时间快速发展。另外，你们能拥有今天，这一切都是我给你们的，所以你们要欠我一个人情，这个人情不管过去多少岁月，你们都要还。若是不还，给你们的东西我要取回来。神使大人放心，纵使1000万年过去，巫族也不会忘记神使大人的恩情。不过，还请神使大人留下信物，方便日后相认。另一半金叶就代表我，等有一天另一半金叶出现的时候，那就证明你们该还这个人情了。修复3色传送阵还需要一些时间，这段时间我就不在巫族出现了。还有，等我走后，我不希望我的名字流传下去，你明白吗？古力明白。水月洞天的灵泉不够，如果加上10万大山的极品灵药炼制补天膏，或许能把你救活。长安大哥，3色传送阵修复好了。终于修复好了，那我也是时候该离开了。长安大哥，我想和你一起离开。阿玛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的选择你也知道。长安大哥，我知道你不会为某个人而停留。明安如此，我也是如此。你走的是一条漫长且没有尽头的路，但你不能因此拒绝那些陪你一同前行的人呀。阿满想陪你一起走，哪怕这段路程只是你人生当中短暂的一瞬间。好呀。阿丽，你都挤到长安大哥了，你往那边挪挪。不至于，真不至于，真不至于。这个石膏这么大，躺3个人完全绰绰有余。你们又不是要在这儿洞房，至于吗？先生，就不能用其他办法吗？正经人谁天天睡棺材啊？先生，这是哪儿啊？什么事都问我，真以为我是神仙啊？先看看再来说吧。要不我们再传送一次吧？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你要找的人。修复3色传送阵，我可是有经验的很，保管3、5年之内就能用。马兰开花21、28256、28257，已经找到了。接下来该做我们自己的事了。找到了什么？当然是我一直找的人呀。这个木条就是你要找的人？是呀，这个木条是我曾经送给一位故人的，现在他把木条留在了这儿，这就说明他还活着，而且活得很好。既然知道了他的生死，那我的目的自然也完成了呀。完全听不懂在说什么。先生，既然你已经找到了你要找的人，那我们接下来该去哪里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是时候展现我的大推演术了。有结果了，我们去那边。先生，用这种方法选择去向，是不是有些不妥？不是不妥，是非常荒诞。既然现在你对这个荒诞的方法提出了质疑，那你给我们选个方向吧。先生的大推演术简直是公参造化，我非常乐意走先生选的方向。
这位大哥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还请你节哀顺变。虽然痛失亲人很让人悲痛，但是活着的人还是要继续过日子的。这是本店最新推出的紫檀木棺材，只要不要9998，也不要3998，只要998，马上就可以带回家。而且购买了本店的紫檀木棺材，再加398，您的亲人就可以享受白氏一条龙服务。另外，本店主也会为你亲自挑选一块风水宝地。嘿嘿嘿。阿蛮，最近昆仑圣地的这群人是怎么了？接二连三的来买棺材，搞得我都快忙死了。长安大哥，你这脾气也忒怪了一些。生意冷淡，你嫌没人；生意好了，你又在这抱怨。那你到底是想让生意好还是不好呢？棺材铺这种生意嘛，我不希望太好，也不希望太不好。生老病死乃是天道轮回，人死太多了会出问题，死的太少了也会出问题。总而言之，要保持一个合适的程度。对了，阿丽那小子跑到哪里去了？估计是和昆仑圣地的人去寻找灵源了。40年前我们来到了这儿，你让他在店里待了足足20年。20年你放他出去，他自然要好好的疯一把。困他20年，一是为了让他熟悉这里的环境，二是为了好好修炼，最起码有点自保的能力。自保能力有了，我自然会让他出去的。还有，最近你收拾一下，我们也该离开这里了。我有预感，这里估计马上要不太平了。那阿丽怎么办？她短时间之内应该回不来。就是趁着他回不来的时候才走呀。阿丽的梦想是这辽阔的世界，不是我这小小的棺材铺。他继续留在我身边，只会限制他的成长。离开了我，他的成就会更远。长安大哥，你决定的事，我永远都支持。那我现在就去收拾。这些事儿慢慢来嘛，我又不是现在就走。快坐下来吃饭。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40年了，只要能这样平静的陪在他身边，就已经足够了。昆仑圣地，江不凡求见。进来吧。您这位昆仑圣地的准圣子站在门口，我这生意还怎么做？多谢先生。今日不凡前来，是有一事相求，我想请先生。停。让你进来不代表我同意帮你，之所以叫你进来，是想让你给阿丽带一句话。你告诉他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以后的路要靠他自己走了。另外，在下能力浅薄，帮不了昆仑圣地什么忙，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先生太谦虚了，先生的能力，天下少有人可比。若是先生都做不到的事情，那天下恐怕就没有人能做到了。在下听说，先生一直想借用昆仑圣地的超级传送阵，只要先生愿意出手，在下愿意说服圣地将超级传送阵借给先生。看样子你对我的调查很深啊。想要请先生出手，不拿出相应的代价怎么行？就是不知这个代价先生是否满意？你确实拿出了我心动的东西，我还真拒绝不了你。3天之后你再来找我，我要准备一些东西。没问题，3天之后不凡再来拜访先生。先生，你真的要帮他吗？帮什么帮呀？我骗他的。长安大哥，那你们不是约定好了3天之后见面吗？不和他约定好3天之后见面，
我怎么有时间准备跑路？当初之所以留在这昆仑圣地，就是因为我对这里独特的灵源起了兴趣。灵石是从矿脉中采摘出来的，而这灵源却是比灵石更珍贵的一种资源。它里面不但蕴含着极为精纯的灵气，而且还会封存着各种各样的上古物品。但是在了解完灵源的来历之后，我对这个东西就不太感兴趣了。因为灵源的诞生之地都是一些不祥的地方，现在昆仑圣地居然开始探索起了圣墟这种禁地中的禁地，我脑子有病才去帮他们呢。可是长安大哥，你不借助超级传送阵，怎么回到东荒之地？现如今我们身处中庭，两地可是相隔千万里的距离啊！千万里又怎么样？只要慢慢的走，总有一天能走得到。本来还想用灵石换取超级传送阵的使用机会，现在看来估计行不通了。好了，阿满，你先收拾一下东西，我去一趟蝴蝶谷。百草翁，我又来找你了。你来的真巧，老夫前天才将这补天膏翻译出来。我就知道百草翁你能行，也不枉我等了你40年。吹捧的话少说些，没有你的孝助，再花400年，我也破译不了这补天膏。想不到补天膏的用材居然如此简单，真是让人意外。提升修为当然要用珍贵的灵药，因为那些珍贵的灵药当中蕴含着强大的能量。可是治病疗伤，灵药有些时候反而比不上一些普通药材。创出补天膏的这位前辈，能用这些常见的药材炼出起死回生的灵药，其天赋可谓是旷古谢今。补天膏的药方是你翻译的，你应该全部都牢记在心了。作为朋友，我劝你一句，就算你有能力炼制补天膏，100年内也不要让它现世。昆仑圣地正打算探索圣墟，最近已经死了很多人了。要是让他们知道你有补天膏，你会遇到数不尽的麻烦。你要走了。最近这几天吧，本来还想用昆仑圣地的传送站，可现在这种情况只能用脚走。西周、东荒、北漠、南原、中庭，以前我可不知道世界会有这么大。从中定走到东荒，天知道要走几百年。既然你要走了，那我送你一份礼物吧，也算是补天膏的回礼。你把你的毕生所学都交给我了，你该不会是想收我做徒弟吧？这可不行，我现在不太想拜人为师。以你顾长安的能力，我给你当徒弟还差不多，怎么敢收你做徒弟？我一身医术尚未找到传人，如今动荡将起，我也不确定能不能全身而退。若是我们没能将传承留下去，到时候可能就要请你帮忙了。寻一个有缘人，把玉简交给他就是了。行，这个事情不麻烦，遇到有缘人我会交给他的。不过传承人这种事，你还是自己找比较好一点。我识抬举，顾长安，你千万不要让我再遇到你，不然我江不凡定要让你后悔。老师，你真的不要阿丽了吗？是阿丽哪里做错了吗？长安大哥，现在我们是要回去你的家乡吗？算是我的家乡吧。东荒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，待在哪里，还是有几分家的感觉的。正好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看看世界的辽阔。只要能跟在长安大哥身边，无论去哪里我都愿意。
长安大哥，这次你可要带我好好的玩一下，我可是给你当了40年伙计和丫鬟。没问题，我带你去看世间的繁华，也带你去看日升日落。只要是你想看的，我都带你去。昆仑圣地到大玄王朝1328万里路，我们足足走了240年，真希望这条路永远走不完。长安大哥，这就是你最开始的地方吗？阿满，你想要什么样的棺材？我要长安大哥最好的那口棺材。另外，长安大哥可要把我打扮得漂亮一些，我可不想在你心里留下不好的一面。好，一切都依你。长安大哥，你不要难过好不好？我知道你舍不得我死，不然阿满怎么能活这么久呢？从认识你开始，我已经整整活了300年了。我只是一个筑基境的修士，让我多活100年已经是极限了。300年的岁月足够了，我活得很开心。若是没有你，我就算再活300年也不会快乐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一切依你，不相信就是了。你还有什么想看的吗？我想看日出。好。长安大哥，阿芒其实很自私的，我知道这样做会让长安大哥你痛苦，但是只有这样你才会记住阿莫。你不要怪阿莫好不好？我是你的长安大哥，长安大哥怎么会怪阿莫呢？长安大哥真好，阿莫真想陪你看每一次日出日落，可是阿满有些累了，阿满想先睡一觉。这一次的日出，阿满就不陪你。阿满，我反悔了，我不能把最好的棺材给你，因为这样会让你以死人的身份继续留在这个世界很久。我不想让你死了都得不到安宁，我更害怕我某一天会打扰你的清静。所以你先睡一会儿，我过段时间就来陪你。系统，下次沉睡时间应该快到了吧？回宿主，上次你苏醒之后，在荒古禁地度过了18年，然后在10万大山花了20年，研究灵元和补天膏花了40年，从昆仑圣地走到这里花了240年，共计存活了318年，距离下次沉睡还有2年时间。我遇到阿蛮的时候，他才18岁，也就是说，我从上次苏醒开始他就诞生了。你说他是不是专程来陪我度过这段时间的？回宿主，这只是一次巧合。如果宿主愿意为这段巧合添加一些浪漫，本系统不反对。系统呀系统，你还真是不解风情。或许活久了，我也会变成你这个样子吧。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。现在趁着我还有点人味，我要去见见我那些故人了。这次沉睡时间更长，我怕一觉醒来就见不到他们了。主持，你到底还有什么放不下？我在等一个人。主持，您在等谁？弟子们去将他请来可好？送葬人是请不来的，该他来时候，他自然会来。小和尚，才几百年不见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是你回来了吗？当然是我，除了我，谁还会来看你这个要死的老和尚？顾长安，你个该死的王八犊子，你怎么还不死？出家人怎么能说脏话呢？你好歹也是夜月国有名的高僧，有点风度好不好？不是，我都要死了，吃你个橘子还不行啊？当然不行，我吃橘子是为了用橘子皮压一下尸臭。我很好奇，你是怎么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的？虽然元婴境的寿元只有800载，但是服用一些延寿丹药，多活个100-200年也没问题。可是根据我的记忆，你好像还没有800岁。我也想再活个几百年呀，但是条件不允许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被困夜月国禁地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然后呢？当时我被狼王追杀，被堵在了封印的裂缝当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身体遭受到了不祥力量的侵蚀。这股力量让我变得很强，但需要付出一些代价。为了不让情况越发严重，我自斩一刀退回了元婴境。你体内有股力量正在吞噬你的身体，而且你的身体快成了空壳了。你说的代价，该不会就是寿元吧？是的，但准确的来说，应该是生机。不祥会吞噬宿主生机，然后转化成力量反哺给宿主，这就是不祥使人变强的真相。
想要让不祥不伤害到自己，那我就只能用别人的命补自己的命。境界越高，所要杀的生灵就越多。等我什么时候满足不了他，他会吸干我，然后寻找下个宿主。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吧？那你没想过消灭他？当然想过，我用了很多办法，但都没有成功。除非我死，不然他不会消失的。如果我自然死亡，他一定会跳出来寻找下个宿主。这也是我撑着一口气等你回来的原因。力量变强的感觉太诱人了，天下没有几个人能抵御这个诱惑。我不想让这种祸害流传下去。消灭这股力量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将我烧成灰。骨灰盒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了。另外，以我的境界，死后应该会留下几颗舍利子，这些东西就当价钱。你的德行我清楚，让你白干一场，比杀了你还难受。那你的骨灰葬在哪里？要不要交给你的徒子徒孙？还是算了吧。梵音寺一代不如一代，那群小秃驴不是什么好人。把我的骨灰交在他们手里，搞不好有一天会被人扬了。埋葬的地方你自己挑就行，反正我也管不了。小和尚呀，小和尚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心善。要是换成别人，恐怕早就大开杀戒了。小白，最近过得好吗？行，别动手呀，是我。亮天地！连月里，你我也算熟人了，你至于下手这么狠吗？打的就是你！我不但要打你，我还要杀你！有能耐你困我一辈子，不然我一定要让你好看！能不能好好说话？要是再不好好说话，我可就要给你来个新潮的发型了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现在就可以证明给你看。你别过来，我不和你为敌就是了。这才对嘛！老朋友见面火气这么大干什么？你走了这么久，还回来干什么？不是你这话就忒没道理。我离开多久和我回不回来有什么关系？慧明的事我尽力了。我知道，慧明的麻烦一般人确实解决不了。太虚宫去过了吗？去过了，凌霄那家伙还算争气，成功突破到了化神期。2个地方都去过了，那你来我这里干什么？我来看一下青铜古殿下面的东西是否还安稳。结果刚打个招呼你就对我动手。你这些年都去哪儿了？兜兜转转，走走停停，去了很多地方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。这次回来，你打算待多久？不知道，搞不好明天就走。那如果我强行把你留下来呢？你打不过我。你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都在努力修炼，你为什么还是比我强？这个我真不清楚。这些年当中，其他时间，我压根就没考虑过这件事情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越来越强，比那些专心修炼的人还强。要不是打不过你，我真想狠狠地收拾你一顿。青铜古殿有我看守，不会出什么问题。你可以滚了。你该不会是爱上？你给过我这个机会吗？没有。那不就得了，还不快滚！其实，你爱上我也不奇怪，毕竟我是这么的优秀且帅气。唉，可是我们俩是不会有结果的，毕竟你是狼，我是人，我们俩生出的孩子搞不好会变成狼。我宰了你！年少相遇，荒诞却难忘。因为他，我活了下来，夜月国大仇得报。可是，从太炎真人死去那一刻起，缘分就尽了。我不能放弃夜月国，他也不会为任何人停留。他可以是知己、故人，但永远不会是我的道侣。
丫头，曾经的故人我都去看了，那个小光头还是一如既往的心善。不过我那个小师兄还算正气，居然突破到了化神期，这样我应该就不用担心醒来见不到他了。世人常说，生不能同眠，但求死能同囚。这一世我负了你，如果还有下辈子，你不要再遇到我了。力量200，速度260，防御280，寿命640。用天地绝命阵密封自己，防止灵力外散，看来效果不错。系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标签只是对宿主实力衡量的一个标准，标准发生了改变，标签自然也会发生改变。因为现在情况特殊，所以只使用了模糊的标签。系统，什么叫标准发生了改变以及情况特殊？现在的情况过于复杂，宿主恢复修为之后，自然会明白一切。不对劲，陈述前我明明是化神后期，现在灵力积累够了，境界却怎么也上不去，就像是不允许我的存在一样。系统，天地规则要发生变化了，对吗？宿主的猜想完全正确。修行一道和植物的生长很相似，植物只会也只能生长在合适的环境。当环境发生变化之后，就会有另一种植物取代原来的植物。宿主也可以理解为，现在这套修行体系已经过时了。原来如此，我的人造灵根跟天然灵根有细微区别，本就不太适应旧体系。既然旧体系要被淘汰了，系统，若是现在的情况像你说的那样，那这天地规则变得也太快了吧！我才活了多少年呀，天地规则都开始变了。宿主，你为什么会认为天地规则变化得很快？你来这个世界的时间并没有太久。你知道现在这套修行体系延续了多少年吗？宿主之所以没有察觉天地规则的变化，那是因为你从来到这里开始就已经熟悉了这种情况。若是宿主提前来到这个世界10000年甚至更久，你还会产生这种疑惑吗？是啊，认知太局限了，就像《山海经》，千万年后的人看今天的常识，或许也觉得是天方夜谭。系统，既然有新的修行体系诞生，那这套修行体系的来源是什么？是天道直接规定，还是另有来源？回宿主，具体的修行体系天道不会干预，天道只会创造出一个环境，具体的修行体系是由生灵创造出来的。谁创造出最合适这个环境的修行体系，谁就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宰。系统，照你这么说，我也能行。从理论上来说，这个方法可行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如此大好良机，我顾长安定要隐居个1800年。宿主，根据分析，想要创造出符合时代的功法，闭门研究的成功率并不大。唯有在这黄金盛世当中杀出一条血路，你才有几率创造出符合时代的功法。系统，你别闹！你看我像打架的人吗？这种黄金盛世我看看就得了。我想成为见证黄金盛世的人，不是创造黄金盛世的人。等新的时代主宰出现了，我先去和他混个脸熟，等把他熬死之后，我就是时代主宰的朋友了。这个身份那还不得牛上天呀！闲着也是闲着，该布置个大阵，把那颗死蛋给孵了。晚辈叶恨生拜见前辈。这位兄台，可否劳烦替在下通报一声？通报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家师与此处的前辈颇有渊源，
此次前来就是为了请前辈出山的。那你知道这位前辈叫什么名字吗？不知道，晚辈只知前辈人称送葬人。送葬人不就是我吗？这大阵聚拢天地精华，我连着交弹200多年，被灵气浸染，返老还童，变成了这副18、19岁的模样。这小子居然不认识我了。敢问阁下贵姓？在下姓叶，名恨生。叶恨生，这名字，完颜月离那头母狼起这名字，总感觉对我充满了恶意。原来是叶兄，失敬失敬。不知叶兄师尊是谁？小弟在这山中居住了一段时间，对外面的世界不是太了解。此处大阵绝非等闲之人可破，这少年能自由进出，真相只有一个。兄台，我观你气宇轩昂，想必你就是……没错，我就是送葬人的徒弟吧？没错，我就是送葬人的徒弟顾长安。原来是前辈的高徒，真是久仰久仰，还请顾兄通报一声，让我进去见见前辈。帮你通报也不是不行，可是师父有令，闲杂人等一律不见。你还没告诉我你师父是谁呢？这我不太好帮你通报吧。家师乃是夜月国的狼皇。原来是狼皇前辈啊！师父确实与狼皇有故，就是不知狼皇请师父出山，所谓何事？家师曾经吩咐过，这件事必须当面告诉前辈才行。原来是这样呀，那你就慢慢等吧。我师父什么时候出来，我也不知道。顾兄，此事10万火急，还望通报一声。天骄大会，中庭即将举办一场天骄大会，此事需要前辈出面。什么天骄大会？天骄大会乃是中庭昆仑圣地举办的一场盛会。此次大会汇集了中庭、西周、东荒、北漠、南原诸多顶级天骄。此次大会的目的有2个，一是辨别从圣墟禁地当中取出来的神元矿石，第二则是共同商讨围剿中庭恶贼污吏的事情。这个事情，你师父不应该来找我师父呀。天骄大会一听就是年轻人参与的，我师父和你师父是同辈之人，怎么能参加这种事情呢？还有，你师父实力也还算不弱，就算要围剿中田恶贼，那也轮不到我师父出手呀，人都不锁呀。按理来说本该是如此，可是家师最近正在闭死关，国师不败道人同样也是如此。闭关之前，家师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地址，然后让我来请人，其中的具体情况我也不得而知。这情况摆明了就是完颜月离和宋凌霄想偷懒，然后让我来做护道人。不过阿丽的原名就是乌力，100年没见，我也想去看看他。加上系统把我骨龄锁在20岁，我去参加天骄大会暴打幼儿园，想想都带感。顾兄，此次天骄大会空前盛大，以你的实力，难道就不想见识见识吗？叶兄，不瞒您说，这件事师父其实早就提过了。是这样的吗？那令师多何时出山？是这样的，我师父说了，这种小事不用他出马，我跟你去就行。顾兄，前辈真是这么说的？是啊，我师父说了，真正的天才不需要什么护道人，仅凭一双铁拳便可杀出一条血路。依靠护道人的人，在他眼中都是一些窝囊废而已。顾兄，要不您去和前辈再说说，这个事情真的很危险。叶兄，你一个大男人做事怎么婆婆妈妈的？我师父说过的事情是绝对不会更改的，你就别白费功夫了。另外他说，关键时候他自有安排，你不用担心。顾兄，这是什么？我养的小狗最近生病了，我打算带它去中庭看大夫。我告诉你，你别看它现在病殃殃的，它其实可聪明了。等把它的病治好了，你绝对会大吃一惊的。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呀？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奇葩？叶兄，我们不会就这么飞过去吧？
中庭和东荒隔得很远啊。叶兄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好像不是中庭的方向呀。叶兄，你身上的修行法门好像有些特殊，这也是你师傅教你的吗？顾兄，我们现在是去玄武国。东荒如今最大的两方势力就是玄武国以及耶月国，想去到中土之地，必须借助超级传送阵，而这超级传送阵就坐落于玄武国。另外，参加天骄大会的人选，除了我，还有夜月国的一位道友。顾兄若是无聊的话，可以在这飞艇上四处逛逛。中庭天材地宝多，正好借此机会去寻点灵药，治治你这伤了根基的毛病。叶兄，久违了。苏兄，叶兄，这位是？我叫顾长安，是夜月国请来的帮手。对了，我们不是要参加天骄大会吗？什么时候出发？叶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此人看上去似乎出师未久。还有，叶兄此行的护问人呢？苏兄，这件事一言难尽，你听我慢慢道来。叶兄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原来顾兄是送葬人的高徒呀，真是久仰久仰。送葬人历来神秘，若是有机会，我苏天一定要拜访一下前辈。我师父他老人家一直喜欢隐居生活，不过既然是苏兄想见，我师父应该还是会见的。毕竟我师父与玄武国还是有些渊源。哦，还有这事儿？是的，我听我师父提过几句，但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更要找机会去拜访一下前辈了。他活着，他真的从荒古勘地当中活着出来了。虽然容貌变得更加年轻，但那个神态和眼神是不会变的。宋然、顾长安，玄武国昙花一现的国师，他又回来了！来人呀！重新启动超级传送阵，朕要亲临中庭。陛下，超级传送阵出了点问题，想要再次启动，恐怕需要2个月的时间。一定是顾长安动的手脚，以他的阵法造诣，想要做这样的小手脚，简直不要太轻松。那就赶快修复，朕要尽快看到传送阵恢复正常。这次出事，天地规则对修士的影响太大，那些老古董被压制了原先的威力，连寿命都在被压化缩，只能必死关。重新寻找一条全新的修行体系，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。怪不得中庭要举办天骄大会，估摸着是哪些老古董快熬不住了吧。说的直白一点，他们都是那些大能探索修行体系的小白鼠，成功了那就一步登天，不成功就只有生死道消。修士验证功法是否正确的方法最直接，那就是打一架，打赢了功法正确，打输了功法错误。如此一来，这天骄大会恐怕会打得天崩地裂呀！子府圣女，今日我金光洞斗胆讨教了。牛逼！
看我干什么？他难道不牛逼吗？大家都打出异象来了，这还不厉害啊？顾兄，你莫要再说了。如今天地大变，只要不是原先的修行体系的功法，都有可能产生异象。原来是这样呀，那只要是所有新创功都会产生异象吗？当然不是，只有潜力强的功法才会产生异象，潜力越大，异象越强。那他还是很厉害啊，都有异象了。顾兄，这里是天骄大会，天骄就是能常人之所不能。换句话来说，这里每个人都有异象。顾兄，你应该也有吧？不知道，我最近又没打架，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这个情况。这是300斤神元，客官你收好。短短200年时间，曾经的灵石就变成了神元，1比10的兑换比率，我感觉亏了好多小钱钱。看样子我要从其他地方赚回来呀。随着天地规则变化，蕴含异种神元的矿石只能从禁地开采，石皮隔绝一切探查，赌石坊稳赚不赔。不过凑巧的是，几百年前神元还不值钱时，我为了研究透彻它的属性，足足开了一座山的矿石。老板，我要买这块石头。朋友，你怕不是来闹事的吧？你这人会不会说话呀？我是来你这儿赌石的，买块石头不是很正常吗？哼，是吗？行，这块石头需要等重量的神元来换，你出1000斤神元就行了。只要1000斤，是不是有些便宜了？这块石头起码4、5千斤，从理论上来说，这块石头当然要4、5千斤神元。但是考虑到客人你这么诚心诚意，我当然要给你打个折了。这个价格还算公道，可是身上只有300斤神元，能不能宽限我一下？我去筹钱，等钱够了，我再来买，行不行？这位客人，这个解决方案怕是行不通吧？今天你只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拿出1000斤神元买下这块石头；第二，让我们把你扔出去。几百年来，真正的大能我见得多了，这几个小趴菜还真吓不到我。不过上门买人家的招牌确实不太地道，能不惹事还是不惹事的好。1000斤神元我要了。王德发见过圣女，敢问圣女，这位可是你的朋友？不是。圣女，子府圣地一向和昆仑圣地交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要帮助这个前来闹事的人？石坊就是卖石料的地方，只要在这里的石料都可以卖。我想买这块石头，不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既然是圣女想买，800斤神元即可。不是你们怎么回事？我又没说不要这块石头，这多少有些过分了吧？小子，别不识好歹！若不是圣女替你解围，今天你怕是走不出这昆仑石坊了，还不快谢谢圣女！这块石头送给你。这位圣女小姐，根据我的记忆，我们应该是不认识的。你为什么要送我这块石头？800斤神元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要是用灵石来衡量，那就是800万灵石啊！800斤神元而已，不算什么。你若是愿意投效子府圣地，我愿意出8000斤神元。8000斤神元，这个价格都可以买元婴后期修行的性命了。8000斤神元少了点，这个价格不太够。我还是出800斤神元买你这块石头吧。哼，这是300斤神元，剩下的500斤先欠着，等一下我再给你。砸石头的力道，神元就算质地再硬也经不住这么糟蹋，根本就是来砸招牌的。等圣女一走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在传送阵时，所有人都对我的意象感到惊讶，唯独他没有。只有比我强或者见过更强者的人，才会有那种平静的眼神。此人值得结交。
800斤神元一点都不贵。法师，不敢了。一种神元的价格我不太清楚，子府圣地同样也有石坊，不如您这位圣女来估个价吧。这块刚好够还账。王管事，我记得想进入昆仑石坊里面的院子，最起码要有1万斤灵元的担保。现在我担保应该够了，不知我能不能进去？当然可以，客人请随我来。这些石头上的气息极为浓郁，绝对是从圣虚禁地深处挖出来的。这种级别的原石，连我也拿不准里面到底封印着什么。公子，不知您看上了哪一块石头呀？我觉得那颗迎客松就不错。不瞒您说，小的可是亲耳听见石头当中传出风吹树叶的声音呀。圣机禁地里面的石头有多神奇，我比你清楚，但我更知道十开九空。这里的石头最便宜的都是5000神元一斤，一块石头动辄就是几十万，甚至上百万神元。你如果允许的赊账的话，哼，我倒是有兴趣开上那么3、5块。客人说笑了，我们这是小本生意，赊账当然是不行的。不过对客人您来说，180万神元那简直就是小意思。得了吧，通知你上面的人吧，我给的东西你做不了主。几十上百万斤神元，我哪有这么多钱？我要用东西抵押。没问题，客人您稍等，我去就回。以你的能力，应该不会在意神元的多少。你想要神元当中的东西，圣女何出此言？正所谓财履法地，修行之路上，资源永远都是第一位。我来昆仑石坊，当然是为神元，毕竟谁会嫌弃神元多一些？其他人来石坊可能是为了神元，但是你不一样，因为你的眼神太平静。那块火龙元少说有50斤，等同于25000斤的普通神元。这等修行资源，就算是天骄也不能无视。可是你看到火龙元的时候，连眼睛都没眨一下，这也就说明25000斤神元，在你眼中不算什么。整个昆仑圣地的人都知道，石坊内院的石头堪比天价，这样的价格，就算开出最顶级的神元，也无法回本。唯一的机会，就是开出封印着东西的神元，所以你就是冲着神元里面的东西而来。哈哈哈，分析的合情合理，我确实是为了神元里面的东西而来。你也知道，禁地当中的矿石有很大几率开出神元，而这些神元当中也会封存着一些了不得的东西，比如一些不知名的灵药。这些灵药往往有着起死回生的功效，我需要这种灵药，所以我来了。对了，聊了这么久，还不知道小姐尊姓大名？子宁。子宁，好名字。在下左承耀，多谢子宁姑娘先前出手相助。左承尧乃是东荒玄武国现任左皇的名唤，子宁虽然身处中庭，但也不至于连这个都不清楚。公子莫不是看不起子宁？哈哈哈哈哈！子宁姑娘果然见识非凡，苏天给你赔罪了。这个人还在骗我。苏天是玄武国天骄的领头人，我仔细调查，
东荒天骄团的名单里根本没有他，分明是多出来的一人。小姑娘家家的，怎么整天总想着打架？玄武国注重肉体，但你的肉体强度，放眼整个玄武国天骄当中，也无人能与之备剑。天骄团的名单上为什么没有你？你到底是谁？刺激的吗？诸位，非礼勿视这个道理都不懂吗？我和子宁小姐切磋一下，你们这样一直盯着，不觉得很失礼吗？子宁姑娘，此人是不是轻薄于你？居然是没有武技！若是如此，我们定要让他付出代价！这男人虽然无耻又藏头露尾，但我更厌恶这些人。堂堂7尺男儿，若是真想替我出头，应当马上动手，而不是畏首畏尾，在这询问我的意见。无非是畏惧他的实力罢了。我的事儿不需要任何人插手。他肉体力量虽强，但我未必就不是他的对手。诸位兄弟，追女孩子怎么能用你们这种方法呢？你们刚刚可是犯了兵家大忌啊！想要追求一个女子，你们需要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征服对方。子宁姑娘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，背景不凡，天赋不凡，这样的女子对一些条件不是那么看重，因为放眼天下，能超过她的男子并不多，所以这个时候人格魅力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。就以刚刚的事情举例，你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向我动手，一旦有所犹豫，这样就会显得你们有些畏首畏尾。试问这样的男子，又怎么能吸引紫行姑娘的注意呢？这下你们明白哪里出错了吧？顾兄，刚刚那种情况，如果对手是很强的，强又怎样？在昆仑圣地，你的对手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对你痛下杀手吗？再说了，在座的诸位都是天之骄子，这小丫头老是爱关注我，太容易惹麻烦。哼，指点一下这些平均年龄不过100岁的小孩子，手拿把掐。等她被大量的追求者干扰之后，自然就没心思注意我了。顾长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原来是三公主啊，顾长安有礼了。我和诸位道友谈论一些修行上的问题。对了，苏兄他们没有来吗？苏天他们在调整状态，准备应对3天之后的天骄大会。我听说这里有一位无名天骄准备赌石，所以来见识一下。你来这比较早，你知道这位无名天骄是谁吗？不知道呀，我来昆仑石坊转转，结果人突然就多了起来，没看到什么无名天骄。昆仑石坊招待不周，还请小友莫要见笑。江长老言重了，能来昆仑石坊见见世面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听说小友想要开几块石头来玩玩，不知小友可有选中的目标？石头倒是选中了一块，可是在下囊中羞涩，拿不出这么多神元，所以只好用一些破烂来抵押了。不知昆仑石坊收不收这些东西？小友说笑了。神元虽好，但携带起来太过麻烦。不怕小友笑话，我身上连10万神元都没有。他故意隐瞒情淡，根本没有将天骄团的人放在心上，把我们当傻子耍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江长老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在下可否选石料了？当然可以，小友这边请。这块石头名为走盘珠，是从圣虚禁地深处取来的，
有意思的是，这块石头封存在另一块神元当中。当初昆仑圣地本打算将这块石头切开，但因为情况有些特殊，所以才送到了石坊当中。是吗？这块石头怎么个特殊法？包裹神元的石头无法被灵力和神识穿透，可是这块石头却有些与众不同，灵力和神识都可以穿透，可穿透之后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诸多石料当中，有一种石料名曰黑炭石，这种石料同样会吸收神识和灵力，而且形状千变万化，难以捉摸。然而更有意思的是，这种石料的重量和神元十分相似。当黑炭石被一些石皮所包裹，便会形成内有神元的假象。假如这走盘珠外部的石皮非常的薄，然后内部包裹着黑炭石，这样一来便可以形成神识穿透但又消失的现象。也正是因为风险太大，昆仑圣地才没有开这块石头吧？哈哈哈，小友说的很有道理，但石坊就是赌石的地方，若是能肯定里面的东西，我昆仑圣地何不自己开石？小友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江长老说的对，不知这块走盘珠需要多少神元？200万神元。200万神元，这个数字已经远超我能调动的资源了。就算把全部身家算上，也只不过勉强达到50万神元。石坊内院的石头竟然高到这种地步！200万神元，这个价格不高，很合理。江长老估个价吧。紫金童母。江长老这么惊讶作甚？昆仑圣地家大业大，不会连紫金童母都没有吧？紫金童母在下当然见过，这东西是炼器的顶级材料，更是炼制丹炉的最好材料。但紫金童母数量稀少，脸盆这么大一块的，在下可是第一次见。还行吧，这东西是我在家门口捡的。江长老，你看着给就行了。80万神元，价格很公道。小友，这东西你从哪里得来的？种地刨出来的。玄冥铁晶，无上大能铸造武器的辅助材料，其质地并不算坚硬，但是它却有着一个无与伦比的优势，那就是能将大多数不同的金属融合。此种金属有价无市，千年难寻，目前无法给出太好的价格。江长老看着给就是了。昆仑圣地家大业大，想必也不会故意压价的。既然小友都这样说了，那在下便斗胆出个价了。这块人头大小的玄冥铁晶，昆仑石坊出价400万神元。400万神元，这天文数字也只有昆仑圣地拿得出来了。价格低了点，不过还算公道。毕竟这只是一种辅助材料，算上这块玄冥铁晶，我在昆仑石坊的抵押价格应该有480万神元了。准确的来说，应该是482万5千神元。扣除走珠盘的价格，我还剩282万5千神元。这些钱先放着，明天我还想再开一块石头，今天就先开这块吧。小友出手之阔绰，恐怕是一些圣地之主也比不了呀。能为小友开石，这可真是一件幸事。开大阵，防宝物跑了，也是防这群眼红的天骄下黑手。这江峰做事倒是滴水不漏。第6境，这威压，难怪当年能跟阿丽打成平手，果然走出了自己的路，没被旧规则压死。是金色神元，一斤抵1000斤的极品。神元里面有东西。江长老，石头已经开好了，现在能把东西给我了吗？当然可以，毕竟这已经是小友的东西了。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，看样子缘分真是奇妙。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
我当然知道，不过你们一定不知道。这么说吧，玄冥铁晶和紫金童母加起来也比不上他的一只脚。好了，天色已晚，在下要回去休息了。明天再来开另外一块石头吧。小友且慢，江长老还有事吗？敢问小友，刚刚开出来的东西可否出售？当然可以，但是这个价钱，江长老你出不起。小友这话就有些意思了。昆仑圣地不敢说是中庭第一，但实力和底蕴还是有目共睹的。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价钱，连昆仑圣地都出不起。江长老误会了，我不是说昆仑圣地买不起，我是说江长老你买不起。想要我手中的东西，你得拿1/3的昆仑圣地来换。小友，你怕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当然不是在开玩笑。江长老之所以惊讶，那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东西的价值。若是你明白了其中的价值，你会发现1/3的昆仑圣地是再便宜不过的价格了。不过江长老，你似乎没有这个决定权利，所以我才会说你买不起。拿1/3圣地买条虫子，圣主来了也得骂你脑子有胖。对了，江长老，我开出了这么好的宝贝，不会被人盯上吧？天骄大会期间，任何人不得对天骄动手，违者视为对昆仑圣地的挑衅。昆仑圣地将与其不死不休，但天骄之间的斗争是允许的。这样最好。开出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也怕被坏人盯上。有了江长老的保证，在下就可以放心了。另外，这内院的石头明天不会更换吧？我心中可是还选装了另外一块石头。那虫子绝非凡物，被他拿走我都心头滴血了。他还盯上了别的石头。小友说笑了。我昆仑石坊开门做生意，自然不会做出这种小人行径。今天是什么样，明天就一定还是那样。昆仑石坊果然公道，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吧。随手拿出仙金，肉体力量压制子府圣女，来历又神秘莫测。这小子是个硬茬，惹不起。没想到这世上还真有活着的金蚕蛊。10万大山中的巫族要是有你，也不至于过得这么落魄。当年在10万大山，我可是把巫族典籍翻了个底朝天。金蚕蛊，天下一切虫类的克星，能以身养蛊。连真武剑都能当饼干啃。以身养蛊，真特么疼啊！金散丝，神兵利器难伤，更是无上圣药。这下我保命的底牌算是又多了一张。待金蚕丝布满全身，就算斩断头颅，我也未必会死。8、9玄功和大量的属性点，已经让我的肉体异常强悍。现如今再加上修复功能，这样的情况，想死都难呀。100多年前，我散去旧功法，自创体系，数值涨得飞快。光看数值，力量、速度，早该到旧体系的第5境了。怎么标签还是第4境？防御加了20点，才勉强突破到第6境。系统，我所创造的修行体系，跨度这么大吗？回宿主，你所创造的修行体系并不完善，也不足以成为衡量实力的标准。本系统采用的标准，乃是目前诸多修行体系当中跨度最大、最强的一种。因为最终留下来的修行体系只会是最强的那一个。不过宿主应该明白，标签的衡量并不影响宿主本身的实力，这也是系统最开始没有设置标签的原因。简单点来说，
那就是整个世界的标准彻底乱了。原先提升100点能破境，现在可能需要200点。境界看着一样，实力天差地别。怪不得要举办天骄大会。这种情况实在没有比打一架更好的办法了。不过好像不太喜欢打架呀。一晃眼，从当年青铜古殿得知宁安的下落，到现在已经过去760年了。千载寿元是普通修士的极限，宁安这丫头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？小黑呀，小黑，你说这人海茫茫，我上哪儿去找宁安的线索？另外这丫头也真是的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好歹给家里报个信呀，一点都不让人省心。名字只是一个代号，叫什么根本就不重要。我知道你全身雪白，但我就是想叫你小黑。难道连这点小要求你都不能满足我吗？还有，当初把你留在青铜古殿的生灵到底是谁？我不担心不降，但那些青铜古殿上记载的巨兽，连强悍的巫族都被按在地上摩擦。如果有一天巨兽再次降临，我该拿什么应对？其他人活不了多久，不一定能看到巨兽降临。但我可以看到呀，我接下来还要活很漫长的时间呢。你个小没良心的，和你聊天你居然睡着了。等把你治好了，我一定吃狗肉火锅。就是不知道你这情况，我该用什么办法来救？顾兄你在吗？进来吧，我没锁门。有什么想说的就直说吧，但请你们一个一个的来，不要太乱。另外也不要拐弯抹角，我嫌麻烦。顾兄的事迹，在下听说了，先前对顾兄有所待。停！不是告诉你不要拐弯抹角的吗？怎么就是不听话呢？我的来历你没资格知道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你可以去问一下你的师傅。如果他愿意告诉你，那就证明你可以知道；如果他不想告诉你，那你就只能自己猜了。猜得到算你聪明，猜不到说明你笨。哼！他想问我的来历，你想问什么？我想挑战你。年轻人敢闯敢拼，不错。可是你目前没有挑战我的资格。怎么样才能有资格？呵呵，简单。中庭3大美人知道吗？知道。子府圣女子宁，72牢烟公孙怀玉，无恨阁姚莹莹。这3人是中庭年轻一代当中公认的3大美人，不但容貌倾国倾城，一身本领更是冠绝当世，说是才貌双全一点都不为过。说得很对，看样子你对中庭的势力分布还是花了点心思。只要把他们3个都打败了，那个时候你才有挑战我的资格。你真有这么强？我到底强不强，我自己也不清楚。没问题，我会打败他们3个，然后再来找你。你为什么要故意示弱，然后看我们的笑话？就算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话？你是玄武国的3公主，称呼一声身份尊贵也不为过，但你没有资格来质问我。玄武国公主的身份只对玄武国的人有用，对玄武国之外的人没有用。在玄武国之外，在这天骄大会之上，你说话的资本只能来源于你的实力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无非就是觉得我把你当成了小丑。虽然我没兴趣做这样的事，但你也可以这样认为，因为你在我眼中和小丑没有分别。怎么，你这是要哭了吗？这就是玄武元国天骄的水平呀！你该不会还没断奶吧？我要向你发起挑战！你这样让我感觉你更幼稚，但看在你快哭的份上，我满足你的愿望。苏天，让他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残酷。怎么，不敢动手？左皇封你一字并肩王，
那是看中了你的才华和天赋。你选择玄武国，可以说是良禽择木而栖。但左皇不是让你给玄武国当狗的。明白天骄大会的含义吗？天骄大会乃是大道之争，目光范围之内的生灵都是敌人，没有朋友。你不但要与同一时代的天骄争，你还要和上一个时代的天骄争。比如玄武国的皇帝左承耀，毕竟他也是修士。只要你们都没有在这条路上倒下，你们终究是会相遇的。到时候你打算怎么办？你胡说！我父皇对苏大哥十分器重，他怎么会对苏大哥动手？这是事实，你代表不了玄武国，你的父皇也代表不了玄武国。玄武国可以没有你，也可以没有你的父皇，但不可以没有引路人。因为没有了引路人，玄武国只有灭亡这一条路。你父皇和苏天都想当这个引路人，也都想让对方当这个引路人。至于花落谁家，就要看刺骨的天意了。三公主，请吧。什么狗屁引路人！我要证明我比你们都强！看戏喽！苏兄，有什么事儿坐下来慢慢说嘛。就是，三公主爱闹些小脾气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。苏天，你愣着干什么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人家的天骄团最多只有1、2个，就只有东荒带了10多个饭桶。这么多的饭桶，你不清理一下，不知道的，人家还以为你们来蹭饭了呢。太猖狂了，教训他！玄武国有我一人足够，你们回去吧。